有声音吗？有声音，OK。各位贵各位贵宾，大家午安。你嘅会议到10分钟过后就会开始。假使讲还望有抢述本台飞嘅显眼嘅话，抢晒普多综合服务台就会造成条波托嘅片来讲下抢述你全球客家会议嘅显眼罗拉安子些。各位贵宾，你嘅会议到5分钟过后就会开始了，麻烦大家做啲开始热坐咧。假使讲还望抢述本台飞嘅显眼嘅话，咪做啲多抢多出来抢，你嘅全球客家文化会议嘅显眼，安子些。
己咕叽叽，KKG，KK，唔会干疫苗，最强打到的疫苗就是好的疫苗。今日接种疫苗的人数好多，总共接种今仔只有42451，唔会被数目字吓到，爱积极注册疫苗。
各位贵宾，你嘅会议差唔多可以开始了，请各位贵宾坐定热坐，按姿势。各位贵宾，大家午安。2023全球客家文化会议促權媒體傳播和發展，本組議題研討。會議開始，首先你來觀看議題小新人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朱景芬教授致辭嘅網絡連線直播，你愛等一下，係先。哦，给你就，我给你就先请
承办董事长来为你来支持，有请主持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承办董事长支持，掌声欢迎。好，大家好，我想哈，今日我的时间是老大家小结出来了哈，你啊现场哈，立场按照族群媒体传播老发展迄只老传播最有关系的，迄族群的媒体，你讲行业哈，无讲见面充满讲佢族群啦哈，因为到台湾有行业、普通人，讲族群，还有原住民，不讲民族。或者无乜嘅強壯嘅呢性質啦嚇，漢人老福隆人之間嘅呢相關性下態漢人、福隆人老原住民之間因為嘅呢人講嘅分類，人類學嘅分類就係咁樣，唔過咧人老人之間強下時啊，是冇辦法分類嘅啦嚇。甲別人沙，即係甲別人沙唔好講嗌係乜人，其實係乜人唔過呢隻題目目的係講族群傳播媒體老發展安尼課程。因為今日哈請到哈非常多來賓啦哈，你我大家小介哈，你創作者係Miki Miki 哈，係來自你馬來西亞，唔係的，來自紐西蘭係毛利哈毛利嘅天使台嘅首席執行官Sam 嗰啲。應該即係談到其他嘅，等下佢講毛利語啦，毛利當特殊嘅嚇，稍來是你主練哈嘅，我講叫名哦，曾樂昂哈，唔好講客冇，唔好講客我問你會不會講客家話？唔會冇關係你三位主講人哈。再來是兩位語壇人這種回應人客家天氣台台長星爺再來是個天上啲最喜行嘅大亨湯生榮漢草咁你因為大家都係冇可能專業，不過咧就當到會所係工作嘅專業。呢隻題目即係呢隻社會愛留客家話，愛留少數嘅民族，愛留特殊嘅民族、特殊嘅語言傳播出去嘅呢隻當衝這個一隻方式。安樣萬人做得，其實安樣萬人留自家嘅特殊嘅語言做得傳下去，第二安樣萬人傳播出去，下來安樣萬人做個發展就過去係呢。人類嘅歷史來看少數嘅語言會見嚟見少，會見嚟見滅絕。到今日下，全世界係嚟強壯，跟呢見嚟見到少數語言唔見脫，等於講還存在到人類嘅呢語言，其實以下是見嚟見少咧。呢隻問題一開始係自然咧，就人類嘅行為嚟講，呢係自然嘅嘛肉質所變磁體，肉質會實體會消失。你係過去嘅一隻當自然嘅一隻現象啦嚇。唔過咧，呢個現象其實圈台重新來思考，尤其你身為一隻少數語言嘅民族，你要希望自家嘅語言做得傳流下去，當然你希望有啲方法再傳下去。其實當然希望種自家方式講唔過咧，不管用自家一門方式講，你要出去會面對人群，會面對披薩，所以咧你讀到唔好講你自家話時冇辦法溝通，所以你要講披薩嘅話，你學披薩嘅話，結果叫咧有啲為所可能會產生當到人老人之間嘅矛盾尤其你係少數，你面對太重係那多嘅強勢嘅語言時間，你自家嘅語言基本上。你行出去，你是俾人多方面嘅打擊，所以你冇辦法好好做得老自家嘅語言到大眾面前講出去。我想呢係人類共同面對嘅問題。我相信不管係馬來西亞毛利嘅問題，係那強壯全部強壯鄭先生主聯係那個人
你没有戴耳机啊？比利时，我讲比利时人他是哈，没关系啦，因为佢冇戴耳机，你就别戴啦，哎。其实各家都有当多安尼少数民族语言人，相信你迄确实的事情啦。不过像你只主题是台湾客家人面对安尼情况之下，其实开始行呢条路，重新把客家认同带出来，最重要是客家语言啊，做得好好俾伊发挥起来啊。咩认为按当然咧啊，客家认同以来，不管你客家认同前就开始推广安尼认同语言，要重新讲进来，都近30年，或者40年咧，按长嘅时间。台湾慢慢发展有只方法咧，咩最重要是安尼国家有只中央啊、普会、客委会来做呢件事情啊。有客委会了后，有各式各样嘅嘅单位来做呢件事情。我相信创安事情，各只国家有个进度无可能，唔过咩，尤其身为少数嘅民族啊、少数语言嘅民族、客人啊，然后不管係哪只国家少數嘅民族，佢都想办法要到大眾面前來講出家嘅。語言，我想你只主題當衝咗一件事情啦嚇。我本身你也係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嘅董事長。呢個基金會我嘅名稱按到公共傳播，即係傳播，同時係公共，因為你嘅錢額確實咩係由政府單位嚟經本來嘅最大嘅錢額來到呢位，所以我哋做嘅事情基本上係呢國家。希望到公共嘅媒體當中，而不如本大家有機會啊，然後客化啊，透過各式各樣嘅媒體，不管係電視、廣播、新媒體，比如講 podcast， 新媒體比如講用網絡當中放送嘅短影片，各式各樣嘅嘅傳播嘅方式啊，各式各樣做得攞嘅客家話傳出嘅方式，基金會攞很多當多嘅同事，還有當多嘅關於嘅。各行各業人共同嚟做呢個事情。基金會雖然講按到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不過呢個基金會並唔係為到客人做嘅。佢到台灣嘅目的，到呢只台灣呢只國家嘅目的係講客家話，基本上唔係客家人嘅客家話天，客家話係你國家嘅客家話。所以不管你係哪隻民族，客家話都係你嘅，因為你係我共同嘅國民。所以我國家地圖，你係原住民也好。你係福隆人也好，啊，你係頭擺人講按到眷村嘛嚇，外省人也好，啊，甚至新過來按到新出民也好，就可以講來到不同國家嘅外省人也好，你身為你台灣呢個國家嘅國民，客家話係你嘅，因為你係台灣嘅文化當創造一種語言，所以基金會每種按個角度去做事情，所以講唔會單單講嚇，我是做本客家人堂，啊，我想客家天師多少咩有按個。容易啦嚇，啊跟唐生龍翕喺天上，唔係為到客家人翕天上，係為到所有人類翕天上。我從呢個目的嚟做呢些事情，所以希望講嚇客家話也好，少數語言也好，做得種大眾媒體嘅舞台，然後少數嘅語言，然後客家話做得本大家很多人接受，所以客家話講起來是唔係單單為到客家人嚟推廣天，所以就等於。唔好講客家話，唔過佢考客家話，開始學客家話啊！因為談到客家音樂，然後談到人看到天上，看到天時，因為講呢種語言很特殊，有個特色，我希望透過當多媒體去學習。當然，學客家話咩唔係從線上學嘅，係透過媒體學嘅，看客家天時，看客家新聞嚟學嘅，嚟聽收音機，聽國學天台，聽新客家報道。啊，聽呢啲嘅台灣，聽天台，聽新客家，所以學客話呢，你聽啊，你就啲講，哦，安強啊，你雖然講冇大師目，唔過咧，聽天台，聽久咧，你是否啲講啲語言，你關咧，唔過係講冇按呢太重嘅媒體嘅時間，學客話是冇機會咧，所以係講你自家啲你嘅文化按多年按多樣，都係按自家嘅資源嘅時間，自然啊，係像你係一隻。語言嘅東西是有機會，你隻時代，你隻世代嘅人，所以講當代啦嚇，有機會重新嚟全人類少數嘅語言做得發展，做得傳揚下去，甚至少數嘅語言，咩有機會透過
当多种嘅方法攞佢翻上起來。我想你喺今日開呢隻安尼呢隻長橋客家文化會議嚇，即係我自己心都很想啦，安尼希望講安尼透過安尼研討會，大家重新尋到呢隻語言嘅生存嘅方式、發展嘅方式，甚至安尼當到過去安尼當到好朋友嘅語言唔見得咧，嘅民族創到當危險咧，唔過咧不管叫咩危險，佢都係人類嘅資產，所以少數語言唔係嗰隻少數語言嘅問題。少數語言係全人類嘅問題，係全人類嘅事情。我想你呢場會嚇，希望大家來共同來討論嘅啦嚇。我想我哋唔假講咧嚇，稍後嚟就是請主講人來特設多咗15分鐘嘅時間，用呢個時間俾大家來看無共會嘅對客家也好，對這個母語也好，對少數語言也好。去用翻嚟推廣，你們做，我哋先請Micky。好，等下，我收咗有隻下意見啦，因為我收到一隻小抄啊。佢講提倡呢個呢講咋啦，佢講希望用語言啦嚇，因為呢個口語言嚇，佢一下愛講英文，一下愛講法語，一下講客家話很難，所以希望講嚇，先用語言嚟發揮，好冇？好，好，來請 Micky。好 ，Micky 要成7歲，夾夾，呀，那個時間再算了，重新，唔得按用誒，15分鐘好重要，放回去。OK 啊，3、2、1 OK。大家好，我係 Micky， 我係從馬來西亞來嘅。我這邊接下來我就直接用中文好了。我今天要講的是在網絡時代如何說鄉音。你不會講客語，其實做自媒體也有一偏見，意思是說，其實我本來是完全不會講客家話，但是我怎麼樣用這個客語去跟我的自媒體做連結，甚至變成我之後請息的工具，就是我就現在靠客語在幫助我的事業發展。我們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啊，我們可以請 Maggie 小姐幫我換下一張。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呢，我是從馬來西亞來的，然後我的名字叫做美琪。然後呢，我們可以看一下第2頁，有一張我漂亮的照片，直接換下一頁就可以了。啊，第2頁，通常那個。好，第2，啊，對，對，這是我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籍貫是來自廣東省梅縣水車鎮，對，梅縣。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呢？那是因為我從小我的阿公阿嬤就會跟我講，哦，你是梅縣人。但是到之後我才發現，哦，原來我連是什麼鎮我都知道。對，所以我是廣東省梅縣水車鎮。那我是馬來西亞第3代馬來西亞華人。那如果了解馬來西亞的整個籍貫的一個遷移的話，大概就知道，其實在中國大概在1940多還是5多的時候，就開始有陸續一些中國的就是先賢，就是下南洋到馬來西亞，所以馬來西亞很多種的籍貫。那客家、廣東、海南、福建。潮州都有。那我呢，先聊一下，在馬來西亞的話呢，我們基本上是一個情感連帶的功能，就是說方言呢，一般上在現在剛剛，其實特老師有講，其實，在馬來西亞有個很普遍的情況，就是大概是我這個年齡啦，我是77年次，但是比我更年輕的，其實可能不太會講方言了。所以變成說方言好像是只有回到家的時候跟自己的家人或阿公阿媽講，平常我們是不會在比較少數啦，會啦，就比較少數會作為主要的溝通的語言。所以另外呢，方言在馬來西亞呢，它其實是一種會讓我們覺得是一種尋根的管道。當我們提到方言的時候，我們就覺得說，好。它是我們的根，就是我們的太公，我們的阿太，他是從哪裡來的，什麼鎮來的，他是講什麼方言的。那第3點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馬來西亞有馬來人，有華人，有印度人。那我是華人嘛，那我們從小接受的一個教育呢是3語，但是方言是不算在裡面的。那方言要從哪裡學嘞？
啊，就是跟家人学，家人就是我们的老师或者同才，或者是从媒体。电视剧，所以在马来西亚有个很特别的情况，可能我们的广东话会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喜欢看 TVB drama， 我们很喜欢看，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明明是福建人，他明明是客家人，可是他广东话超好的，然后你叫他讲福建话，他可能不会讲，你叫他讲那个就是其他自己本身的母语，他可能讲不到，可是广东话非常好，那就是一个我们接受的管道的话呢，就是因为没有学校的教育，加上没有其他更多的接触的方式，我们唯一比较容易接触的就是媒体。我们可以看下一章。下一章我就是要聊说，因为他没有纳入这个教育体系嘛，然后呢，他也没有一个特别正规的传统媒体之推动，意思是说，不像客家有客家电视台。啊，我丢马来西亚冇客家电视台啊，对，我们只有福建华裔台，变成说，如果我是客家人，我要學客家話，我的阿媽或阿公不要跟我講，我就冇辦法冇變去，不知道怎麼學。是，所以我們年輕一代哦，其實接觸方言的管道很少，可是真的是因為這樣子就不能繼續傳播下去嘛。我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做自媒體，然後讓這個自媒體去做傳播的時候呢，學到或者是可以分享的一些 know how。我們再往下一章。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馬來西亞的客語環境哦，因為我不會講客家話 ，OK。然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馬來西亞在90年代推廣一個叫講華語運動，就是你在學校我們做特講方言，就馬街，我們做特講啊，好像就是說客家話、廣東話、福建都不能講，講的話好像要罰1塊錢，還是要帶個牌子，就是老師就會。就是我不能講方言，所以變成說我的公公婆婆，就是我的家公家婆，他們就講說，哦，不能跟你講中文，不能跟你講方言。如果你去到學校的話，你講方言你會被罰款，對。然後第二，怕你去學校的時候被人笑，就是為什麼你的華語講得這麼不好？可是現在若干年後啊。我就想一下，華語有老師教啊，那個方言就我阿媽教，那我現在只會講華語該怎麼辦？我就覺得這個運動蠻奇怪的。如果給我時光倒流了，我應該給他罰就給他罰，我就硬要講那個方言。所以我們當時候基本上90年代後，我們就會有這個影響。再下來就是說我最記得是，我的家婆們常常會跟我講說，家婆就講，你要上廁所，要舉手跟老師說：“老師，我要上廁所。”唔可以同老師講：“老師，我要屙屎屙尿。”還會覺得哇，俺用嘛唔得啦，不登上大堂，就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不好聽。所以這個故事我到現在還很記得。所以變成說，我就沒有辦法接觸我的母語客語，然後變成我就必須要用華語作為這個溝通的模式。所以要講標準華語。其實也很為難我們的祖父母，所以有個很奇怪的現象，我的祖父母呢，可能本來不會講華語，但是因為這個講華語運動之下呢，我的祖父母的華語變得很好，但是我們不會講母語了，這就是一個馬來西亞的基本情況。我們再看下一章，對，下一章呢，就是我可以大概講一下，在馬來西亞的媒體呢，唯一啊還有保留就是 IFM， 就是我們馬來西亞唯一的播放方言新聞的電台，那它一天只有10分鐘，它裡面的定時定點8點會有報4種方言，福建、潮州、客家跟粵語新聞。我曾經有去訪問過客家主播，他那時候有講，主要用的是惠州話，因為在電台也比較多吉隆坡的人聽，吉隆坡比較多惠州話，所以他會選擇一個基本上大家比較聽得懂的那個腔調來做這個主要的媒體播報。那下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華裔台，但是它不是客家台，它是福建台。對，就是 Astro 裡面主要做的，那是因為在馬來西亞福建人非常多，然後就有了這個電視台。那客家新聞台冇嗎？冇相干，我自家做。OK， 啊，我就會按用上哦。我們再看下一張。好，那我先講一下，做該我自家做我在客家的主要媒介語作為我這個電視，就是我的自媒體呢。先講3年前哦，因為有那個新冠肺炎嘛，所以當時候每個人都在家，我就今天冇事情做，今天好得很，我得很到哦，你睡夢嘛，每天睡覺，我就睡，有一天我就睡醒了，我就想說，誒。好像可以做這些東西，我真的是誤打誤撞，我沒有那一種說我要傳承，我要用客語，沒有，它只是一個小小的種子。我突然就想到說，不如我去做一個角色，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演員跟主持人嘛。那我之前也在幕後工作過，所以我有電視工作的經驗，所以對我來說做自媒體難不倒我，我就做了一個角色。
叫做唔得喊，我们可以往下一张看啊。在看唔得喊之前，我先看一下，因为我在 Astro 电视台也是个演员，所以我有做一个角色叫阿兰基，他是一个安迪啊，阿兰基有阿兰妹毛啊。因为讲到阿兰基，其实阿兰基是我的婆婆的名字，因为当时我在想说要用马盖苗才能代表客家人，我们就想到哦，客家人有很多的阿兰基、阿兰妹。阿蘭妹嘛，咩阿蘭妹啊，咁咧，我就覺得用阿蘭基，所以客家人聽了就會覺得很像隔壁的阿姨，就是覺得很有親切感。然後因為這樣呢，我還拍了一個馬來西亞第一部有客家為主要語言的電視劇，叫做《阿蘭基過年咯》。然後第一部呢，深得大家的歡迎，有很多的阿蘭妹好中意啊，好多唔知阿金姐。阿金一堆啦，他们很喜欢，我们就有另外一部，所以这个算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这个角色 IP 成功，所以变成客家开始走进这个主流媒体。那主流媒体看到之后呢，也拨款去做了个电视剧。那我们往下看，这个就是我比较成功的角色，客家新聞台的主播。下一张，那这个的契机也是很有趣啊，看到吗？我就会这样夸张。我一直觉得就是在做这个族群传播的时候，我坦白讲，其实之前我会觉得说，你要我讲客语要讲传承这个字啊，对我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好沉重哦。马克东西传承，我都唔晓讲，能要我传承，我讲不准，你们又骂我，我会变成说很紧张、很压力，就变成学母语，反而不是那一种很轻松的状况。然后我记得会有这个呢，是因为我有一次去出席一个客家活动，然后我那时候朗诵是马来语，就是我完全不会讲客家话。有一位前辈可能比较严谨，他之后就反映说，客家人唔晓讲客家话，真系笑死人。他还写报纸专栏呢，我看了之后我就很伤心，就是种了一个种子。我说，我唔晓讲客家话，唔系我嘅問題，我今天我冇辦法學客家話，依家會學，冇辦法嘛，係咪？我阿爸阿媽唔會同我講客家話，這樣子呢就種了一個種子，所以這個種子就爆發了，我就直接爆在我的頭髮，有沒有 ？OK， 當時候我覺得做時事在自媒體方面是最快的，而且在 MCO 大家很關心的疫情發展，我就用這個疫情發展呢，跟我的這個妝容做結合，做一個搞笑的新聞。然後當時候這個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唔得閒。他就唔得閒做街咧，因為我睡覺的時候我想，哇，唔得閒啊 ，OK 啦，唔得閒咯，因為我又姓吳嘛，然後唔得閒，唔知道，唔講得唔曉馬蓋，很好，我覺得很有趣，所以就叫唔得閒。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個，接下來就可以跟大家看一下我誇張的造型。所以我用了幾個元素，第一個元素就是在網絡上呢，大家看東西瀏覽率非常快嘛，3秒就滑掉。我先用頭髮吸引你。我先用妝容吸引你，讓你停下來。我們再往下一頁看。我當時候對，就是一般新聞主播不會這樣啊，客家電視台冇辦法做暗用的跳拿嘛，係咪？但是我就是說，既然我是新媒體，我不要跟着傳統媒體的方法走。我們再看下一張，就是我當時是以時事嘲諷啦，就是在嘲諷馬來西亞的一些政策。我們再看下一個，我給大家看一個片段，就是這個呢大家不要笑我，這是我才剛剛學客家話2年，這是我還不會講客家話的時候硬講。對，大家好，歡迎收看客家新聞台，我係新聞主播吳德涵。今日可能係最後一集，因為尋日我講開 Spanish Fly， 對民主部長唔會阻礙。對。所以當時候呢，我就是因為時間有限啦，我之後大家可以加我發給有30幾個嘛。那時候我就是用一個嘲諷馬來西亞一些政策，因為當時有些部長很好笑，說喝熱水、溫水可以殺那個 COVID， 我就覺得有一種大家已經在疫情這麼辛苦了，你還講這些笑話，我就覺得好。有一些就是想要講，所以我就用時事結合客語，然後呢進行了這個傳播，然後大家就覺得很有趣，因為客家話其實在馬來西亞大家聽了都會覺得很親切。我們再看下一個，嘎拉帶這個是嘎拉帶林巴給重胎當時候我就會玩一些對嘎拉帶是那個我們叫嘎拉帶啦，然後所以它這個不用，我們直接往下跳。對，所以我其實呢，總結來說，我是用了3個方法。我覺得現在你要用年輕人
的话跟年轻人沟通。就是年轻人现在喜欢玩抖音嘛，喜欢 TikTok， 喜欢上网看 Facebook 看 IG。我觉得不能是那一种，来，该丢号卡嘎哇啊，开班大家坐在下面听我教，年轻人会觉得，他们会觉得很压力。哎呦，我好像上课，本来母语就是很轻松的嘛，吹乌卡奇嘎公销，就是像这样子交谈。所以我就想说，可以营造一个这样子的环境。这个是很有趣的，是我跟婆婆一起录制的曲目啦。之后我们有时间再播，我们到最后的1分40秒，再往下。所以我觉得说吸引的族群哦，我吸引了会讲客家话、庙公哈嘎哇，还有其他的籍贯人士。我有很多的粉丝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他们就会说：“我们苗栗是讲哈嘎哇，可以用别人讲哎。”或者是一些客家的朋友，他们会进来跟我说：“你不是这样子发音。以前我不会讲fon养嘛，会我讲我讲的不准。”那些朋友啊，就是大概阿姨哦，他们会直接就是 inbox 我的 Facebook 说，Miki 可以讲fon养，咩fon养，然后我就学到了。然后呢，有很多的字都是他们教我的，我就再加上上网查这个新典。就是一个个看拼音，然后去学，再打给我的婆婆。那我觉得会受欢迎，第一是我不用粗话，对，我不用粗话，就是大家知道粗话最快学，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好的管道。然后第二是因为我是传统艺人，所以当我结合新媒体的时候，会有主流媒体帮助我一起去做一个联动。那第三就是内容的设定，我是以时事为题材，所以容易产生共鸣。所以最后30秒我要总结的就是说，我觉得今天你不会讲客语呀，嘿做得的，像我也不会讲客家话，但是我用客家话给我了一个使命，我就觉得说，现在我慢慢在学习客家话，我从不会到会。然后这个东西是对我的连结非常强。第二，连我的粉丝也同时在跟我学客家话，那变成说这是很有趣的东西。现在大家看到我就唔得喊，客家主播。我觉得虽然它不是一个很正统的方式，但是我从我自己小小的力量开始做是 OK 的，也鼓励所有台下的长辈们，你们也可以做。对，你今天就拍个 video， 太搞好，俺黑赖影。其实就可以达到了一个族群的传播。总结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小小的力量，没有在公众资源的 support 支持下，也可以达到传播。谢谢。先同意，多谢安志生。唔得閒嚇，唔得閒嚇，我不是咩會看起來個人嘅樣片嚇，根本看是種很強咧嚇，你都大家都知啦，到馬來西亞要推廣客家話冇咁簡單，不過這30樓嘅客家話推起來，實在係冇簡單，做個樸修改到，唔得閒。我看下，我加連結嚇，我都個推廣嚇，聽少嚇。好，你殺下來嚇，是搶你係紐西蘭毛利電視台首席執行官啊，亦係安諾森，好，你要麻煩森來上台。Ka ti tēnā rā koutou katoa, I runga I te reo karanga o tēnei whenua o Taiwan, mihi mai, karanga mai, whakatau mai. Ko te iwi Māori tēnei, kua hoki mai ki tēnei whenua, tauri kura o koutou, tēnā koutou kei ngā mana, tēnā koutou kei ngā reo, tēnā tātou e hui hui nei I tēnei rā. I greet you all in my mother tongue, the Māori language. The karanga, our traditional call,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will hear when you meet and greet Māori. It is the woman's voice, the first voice you hear and the last voice. That is why I share with you today
the karanga or the call, which acknowledges our ancestors, it acknowledges the past, it celebrates the present as we are gathered here today, and it also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I acknowledge the Haka people.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to travel back to Taiwan,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to share some of the experience and the knowledge that we have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I feel very close and connected to the Haka people. The word Haka, although spelt differently, H-A-K-A, in my language, has a somewhat different meaning. How many of you have been to Aotearoa, New Zealand? Can you put your hand up? Quite a few. Many of you will remember my home as a place of green and beauty. But actually, the beauty and uniqueness of Aotearoa, New Zealand is its indigenous people. It is our indigenous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my language, the word haka means war dance. Some of you may have seen this before. Kamate, kamate, kaura, kaura. Quite a different meaning in my language to yours. The reality is, though, is that we both share a common battle. It is the battle for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our own people, to learn and to speak our mother tongue, our native language, in order for our language, culture, and heritage not only to survive, but to thrive. I am the Chief Executive of Whakaata Māori, Māori Television, and so what I share with you today is based on my experience over nearly 30 years being in Māori language, media and broadcasting, and also in my role as Chief Executive of Whakaata Māori. I come from the North Island of Aotearoa, New Zealand. My tribes are Ngāti Kahungunu and Ngō Mai Wahine. We are tribes of the sea, of the coast, and of the bush. It's a big pleasure to be here with you all today. Thank you, team. No, we've played that one. And again. I start with this whakatauki or proverb. I am sure in the Haka language you have many proverbs. This is one of mine. E kore au e ngaro he kākano I ruia mai I Rangiatea. I will never be lost, for I am a seed sown in Rangiatea. Rangiatea is a name that we give to our home place. So while we are indigenous people to Aotearoa, New Zealand, actually my ancestors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ago came from a place called Rangiatea. There are other names that we use like Hawaii. My ancestors left our traditional homeland and travelled the many great sea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coming here to Taiwan, before they then arrived and sailed on to Aotearoa, New Zealand. And I thought that this was an appropriate proverb or whakatauki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because it talks about the seeds that are scattered, like the many millions of Haka people that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globe and across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where you may be, regardless of where you may live, you still hold true your heritage, your language, your culture. So this proverb talks about that enduring legacy, about retaining what is rightfully yours, what is rightfully mine, my traditional language, my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y identity. And so I use that because I think it is appropriate for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 As we celebrate Haka identity right across the globe. So today I'm going to briefly touch, within the few minutes that I have left, on the Māori media sector, which is a sector that has been created over the past 40 to 50 years. At its heart, at its core, is 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how we tell our stories authentically using television,
and digital platforms, as our first speaker has just shared with us today. But also what drives the work that we do at Whakaata Māori, which is the National Indigenous Māori Language Media Organisation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It would be remiss of me not to reflect on our history. Now, I only have 10 minutes left, so I can't go right throughout that history. But as we heard Professor Zuckerman talk about yesterday, about this new word or term that I've heard, linguicide, language killing, that happened to my language, on the verge of leaving my language almost extinct. I'm very happy and proud to say, though, now my language is thriving in parts and pockets of our communities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There was a deliberate drive on the part of government to extinguish the Māori languag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Māori themselves rose up and said no more. And so we took action. We took to the streets to protest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We also sent a petition with more than 30,000 signatures to Parliament, which starte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how it was going to support language revitalisation. Māori media and broadcasting was one of those responses, which has now created Whakaata Māori, who was established in 2004. Next year we celebrate 20 years of Māori television, which is something we're very proud about. We have two television channels, one that is broadcast in Māori and in English. It is a bilingual channel. We also have a Māori language only channel. But we also, like our first speaker has spoken about, we need to be in the places in which our audiences are. We need to be on the TikToks. We need to be on the digital platforms. And so that is also a space that we have ventured and are working in at the moment. 1 in 2 Māori people are under the age of 24. We have a very young population. I'm very pleased to see so many young people here in this audience today, because actually, if we are truly going to ensure that 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survives, our young people must not only be part of it, they must also help to drive it and lead it. They need to be at the heart of it. If we are to really ensure that 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to surviv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which is why at Whakaata Māori, Māori Television, we focus significantly on our younger population. And as our first speaker has spoken about, it's not easy. It's not easy. Whakaata Māori belongs to a much wider ecosystem. We offer the national service. There are also community initiatives made up of 21 community-driven radio stations, which have been around for more than 35 year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to support community-led initiatives where we enable communities, people of the land, people of the grassroots to actually have a voice, for their voices to be elevated, for their voices to also be heard, for their language and their dialectal difference within language to also be heard as well. So I just want to acknowledge the Māori media sector. It's not just Whakaata Māori, but many others that are contributing to Māori language revitalisation. Whakaata Māori, all our content must include the Māori language. That means that the thousands of hours that we deliver in Māori language programming across the week must contain Māori language. But I also recall the comment that was shared by one of the elders yesterday afternoon when he talked about organisations also walking the talk, ensuring that the workforce, that the staff that are making the programs that we share on our platforms also speak the language. So it is a requirement at Whakaata Māori, whether you are Māori or non-Māori, to be learning and to be speaking the language. It is not good enough just to be sharing content in the language on screen.
those that are creating the content must also have a command, have some proficiency in the language, and must also be well versed in the culture. That is what gives us authentic storytelling. I'm just going to now show you a very short video about some of the content that we deliver across our platforms. The original video was 5 minutes long. This is 1 minute. 1 minute so that I can keep within time. When you've grown up in a place like this, it never leaves you. Moko was a way of saying I'm here and I'm beautiful. It's all connected in one place. Watch everything Whakaata Māori, your favourite shows. Wherever you are, join in. In more places than ever. TikTok, Instagram, Facebook and YouTube with Māori Active. Well, we're more than just rugby players. We've got heaps of skills. And now it's all on your biggest screen. With the new TV app on the latest smart TVs. Be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ere's history here, and you can feel it. Māori Plus. Māori Plus is very similar to Netflix, but there is no ads, and it is all free. Māori Plus you can download. Make sure you do. What I would say to you is that part of our strategy is making sure that our storytelling is authentically Māori. This is our opportunity to be promoting what's good and great about Māori. For far too long, others have been telling our stories from their perspective. Whakaata Māori enables Māori, my people, to tell our stories. Because as you know, haka people, you're best placed to tell your stories. That is the same for us as Māori. Very quickly, this is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ay in which our policy or government settings are in place. In 2016, our law, the Māori Language Act, which made the Māori language an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was updated. Te Ture mo te Reo Māori, or the Māori Language Act in 2016, gives rise to this new way of working. It acknowledges that in order for the Māori language to survive and to thrive, we need government support, we need funding, we need resource, and we need policies that are going to enable the nation to be able to embrace the language. But it also acknowledges that Māori ourselves need to be driving the community-driven initiatives. So you can see the diagram here. It's in the form or shape of a house or a traditional Māori meeting house. On one side you have th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side you have Māori themselves. And what this acknowledges is that you need both in order for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survive. You need the support and collaboration of both parties or both sides of the house in order for the house to stand upright and in order for the house to be sound and robust and resolute. And we have a vision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that by 2040 we have 1 million speakers of the Māori language.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n't aware, the New Zealand population is just over 5 million people. The Māori people make up only 16% of that 5 million. So we're not just talking about Māori being able to use and speak the language, we're talking about Māori and non-Māori. So we have a big goal. By 2040, we will have at least 1 million speakers of the language. Are we going to make it? Well, based on current projections, we're not. But we are resolute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doing what we can to meet that target, but actually to continue to exceed that target. And that is to ensure that our language is being spoken in our homes and in our communities. This slide here talks about some of those community-driven initiatives, which we at Whakaata Māori broadcast and cover. Two of the initiatives, one, Kohanga Reo, or Language Nest, some of you may have heard about it before, which focuses on our babies, on our very young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o ensure that that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transmission is happening, that our grandparents are speaking the language to their grandchildren, and that their grandchildren are speaking the language to their grandparents, aunties and uncles, and right across the family. And so Whakaata Māori, we produce and deliver programs that support that to be able to happen, in which families can sit in front of the TV and watch their programs and content, or in front of a device in which they're using the language, either as a way to enjoy the program or to talk about the program. My final words. He kāka noa hau I ruia mai I Rangiatea, e kore e ngaro. I am like the seed that was sown in Rangiatea. And listening to a lot of the presentations today and yesterday, I feel that our journey is very similar. We came or originated from one place, but we have left that place, or we are still there, and we have traveled or traversed the world. And one key message for all of us is that wherever we may be, whether we are in Taiwan or in South Africa or in Chicago or wherever you may be, what we never lose is our identity, language, and culture. But what that also means is that we cannot rest on our laurels. What do I mean? It means that for us Māori people, in order for our language to survive and thrive, we have to, and we are taking action. Not just using the media platforms or broadcast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but also supporting those community-driven initiatives that will enable the language to be spoken and be used within our homes and within our communities. We have a catch cry, and it's a catch cry that was used back in the 1970s when Māori took to the streets to protes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c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took against us in our language. And the catch cry is ka whawhai tonu mātou, I will continue to fight. And every day at Whakaata Māori, in the work that we do, in creating amazing content and telling our stories, that fight does continue. And I can hear and sense the fight that exists within all of you as haka people too, for your language, for your culture, and for your identity. But let's use the wisdom, the experience and the knowledge of our ancestors, who were bold, who were courageous, and who were innovative, and who travelled to all parts of the globe. Let's use that wisdom and advice to help guide us today to ensure a much better tomorrow for our tamariki mokopuna, for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ēnā koutou, tēnā kout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非常羡慕Sam，我等佢落嘅嚇帶起來嚇，我樣來講。非常羨慕Sam，等段嘅時間嚇，落嘅毛利嚇，安尼天獅台，然後佢嘅文化真正講到很清楚啦嚇。其實台灣沒有毛利，台灣沒有嚇，現在沒有啦，沒有露天名說那毛利。所以台灣沒有毛利，台灣有毛利嘅人嘛？毛利人哈，台灣是迄啲毛利嘅人，個頭擺名哈，嗰種是迄唔係客家話嘅時節，迄原住民嘅名叫做毛利哈，好像台灣面大家都係毛利啦哈，因為大家都係毛利啊，就係行業就係毛利啊，非常羨慕哈。接來哈，像好。乜嘅名嚇，我看下嚇。色彩蠻簡單啦。我喺邊度嚟嚇？朱蓮，你講嘅留名片留唔得多嚇。朱蓮佢嚇，我想啊，加當住意思嚇，搶到一隻安那網紅，你算網紅嘛？這樣講嘛，面紅。做咩事？有個電視台嘅獎狀，你看喏，跨文化嘅呢，獨立嘅呢記者朱蓮。唱。Hello.
Hello, ni hao. Labadiana. Goeiedag, bonjour. That was hello in 5 or 6 languages. Lithuania, he recognized it. My God, what a man. Litauan. My name is Julien Heuillet. That's extremely complicated to pronounce, so you can also call me Tengler. I am a Belgian francophone who has made the switch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has been work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Next one. So I come from Belgium, Francophone Belgium in particular. You can see our weird little flag. I'm actually Italian by my mother. And I worked a lot in Lithuania, a country that not a lot of people know, but is now very dear to Taiwan. Taiwan is, in return, very dear to me since I am married to a Taiwanese. I also worked in the Congo, where I covered war crimes, and I've been working a lot in Australia, where I still spend a good part of my life. So at that stage, as you can imagine, as someone who has made the flip in languages and lived in such different cultures, it i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m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ere are you from? Which is the first that people ask you. So I reach a stage when people ask me where I am from, I answer somewhere else. Thus being said, I am someone who made the move to work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 did so because I realized that it was the best global tool I could use to bring to the world cultures that the world didn't know about. In particular, my own culture, but also that of Lithuania and that of Taiwan. I like this quote by the Cicero brothers, who said, if you want to succeed in Rome, well, you have to remember 3 things. You are a new man, you want to be elected, and this is Rome. So as a journalist, I remember the same. You are a journalist, you want to talk about the culture, any of them, and this is a busy and global world. So you're going to have to remember you are a journalist. Go ahead. And being a journalist is an extremely technical function. Despite all the amount of cultures I've been exposed to and my love and interest for them, I try to remember always that journalism is, before anything else, a technique, and that you have to be very technical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particular, you are extremely different from an academic or an academic context. You have a duty to be accurate while being simple, clear, and inviting. And this is the challenge. When you want to talk about a culture, may it be your culture or a culture you immersed yourself into, you have to always remember that you are not your community. At no point did I ever granted myself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e name of Belgian Francophones or anybody else. This is a mistake that I have often seen. We have to always have the humility to remember that we are only just one person in a vast community. Why am I saying this? Is because, again, a basic rule in journalism is that you are a witness and not an actor. A journalist is a witness before anything else. You report what you have witnessed. And this is why I tend to go against the trend of solely relying on your identity. The truth is that your identity is not going to replace the effort of going through immersion, and that the best way you will service your culture and the best way you will bring your culture to the world is by going beyond your identity, beyond the fact that you belong to this community and culture, and make the conscious effort to really immerse yourself in all the aspects that you are maybe not even familiar about. And there is always the need to go further your own experience and to encounter the wide area of experience that your community has to offer. As I said, I have decided to use the English language. It has put me in a wonderful position. This is a very rare move for a native French speaker to embrace the English language. Nobody in my native linguistic sphere does that.
But I did it because it has given me the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a global world and to the biggest audience ever. Even the most remotely bizarre and small podcast series that could produce in English language is going to find itself listened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households that would never have dreamed of reaching. But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a blessing and a curse. You use it to carry another luggage than the English language itself. You have to speak English without speaking English. This is what I say sometimes. You have to use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a vehicle, but to carry a different luggage than tha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ulture. Sometimes I meet native Anglophones who are very ambivalent about that. They see their language becoming some sort of international tool. In a way, they're happy about it. On the other, they're not necessarily happy about it as well. They find it very strange. But I believe I make a good use of it.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context where you want to use this wonderful medium the world has, which is the English language, to spread your culture and your message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access the biggest audience, you will also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Western world. Contrarily to what is often repeated, there is no Western world. More than often, the word Western world is used to talk about the Anglosphere and put into culture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All the cultures of mainland Europ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nglosphere. To a wide extent, Anglo-Americans are just as foreign to me as they are to you. So, trying to communicate towards the Western world will more than often be an impediment to you. You have to know the culture of destination, just like you know the culture of origin. Now, my favorite tool to bring a culture to people who don't know about it is to use simple analogies. So let's play a game of Guess Who and see if I can introduce you to a culture you don't know about. Who is this man? Look at him. Who is this man? Nobody knows. Who is this man? Nobody knows. Now, who is this man? Come on. You all know this man. Next one. Who is this man? You all know. There's literally like 6 or 7 portraits of him in my wallet right now. I'm that wealthy. Now, let's see if I can, in just one image, introduce you to 2 cultures dear to me that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re you go. Now you know who is Paul Henri Spaak, and you know who is Vytautas Landsbergis. Mr. Spaak,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Belgian social democracy, enjoys the kind of status that Dr. Sun Yat-sen would have in the mind of many people. Vytautas Landsbergis, as the man who got Lithuania outside of dictatorship and into democracy, enjoys the same kind of memory that Lee Tong-hui has for Taiwanese people. But of course, this is not perfect. Mr. Landsbergis is not Mr. Lee Tong-hui. But this analogy immediately broke the ice. Just like when you meet people in person, try to shake hands with someone and go beyond this and establish a rapport, this analogy immediately broke the ice between your culture and the Lithuanian culture. Once you have this framework built by an analogy, don't think linear, think in depth. Linear thinking is what an academic would do and is wonderful in an academic context. In a journalist context, you start with a large frame and go further into detail. Reframe narrower and narrower. Of course, there are key differences between Mr. Landsbergis in Lithuania and Mr. Lee Tong-hui in Taiwan. But now that I have done this analogy and you have an impression of it, I can go further. And when I go further, I am not correcting mistakes, I am giving more information. I can give more information. One simply, Mr. Landsbergis did not remain in office for very long. Mr. Lee Tong-hui remained for very long. Mr. Landsbergis had to rebuild an economy and a democracy. Mr. Lee Tong-hui inherited
an economy that was already functioning, etc., etc. But you are ready to hear these more details once you know the feeling. And to achieve this, I had to know both cultures. I had to immerse myself in Lithuania and to immerse myself in Taiwan. Now, another key element, anytime I talk about a culture to another, is to always remain positive. Remember that you do not write for yourself and you do not write for people who already know your story. Too often, I meet people who write about their culture for their own satisfaction and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people who already know their culture. And everyone in their culture reads about it and say, oh, you did such a good job. This is exactly what I wanted to say myself. Yes, but did anyone read it? Did anyone who doesn't know about your culture read it? When I work in Australia, I like to make this joke. Do you know how to call a boomerang that doesn't come back? It's a piece of wood. So how do you call an article that is not read? It's a piece of paper. So we are very often, and I am guilty of this. Sometimes I write something about Belgium, about Taiwan, about Lithuania, and I read myself and I think, oh my God, I'm so proud of myself. This is so beautiful. And then afterwards I realize, but who's going to read that? Who's going to read that? Nobody's going to read it. Like, I have to remember, I'm writing for people who have no idea what these countries are, who never heard about them, and probably who doesn't want to hear about them. Because again, that's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my position and that of an academic. An academic speaks to an audience who willingly came here to listen to him. But nobody wants to listen to me. I've been a journalist for 20 years. People don't want to listen to me. I have to find a way to bring them to me. And this is, when you work in a journalistic context and in a global world, you will have to always remember that. And believe me, it's actually more fun than it looks. Here is the boomerang. Again, I am very technical in my approach, and this is what I call skills at the service of the heart. I have this passion for all these cultures that I had to encounter. I'm wearing today this weird Lithuanian tie and wear a badge with the flags of Lithuania and Taiwan. That's because I'm working on a documenta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y love for your country is beyond anything you can imagine. So is my love for Lithuania, as a matter of fact. But I have to go beyond what my heart is telling me. If I really want to serve you, I have to hone my skills. And that does not mean cheapening what you're doing. That does not mean taking a commercial approach. The truth is that, coming myself from a very working class environment, I always keep in mind that the audience is clever and curious. I never in my career wrote or broadcasted solely for highbrow intellectual people. The truth being that anyone can have a taste for cultures. Anyone in the world, whichever country they come from, whatever their social status, is potentially just about to fall in love with Hakka culture if you manage to bring the message right. And way too often in this industry, we forget about it, especially when we are lucky enough to be paid to talk about our culture, and we have a tendency to forget about that. I like a quote by an Italian author called Giorgio Malaparte, who said that revolution is a technique put in motion by technicians that can only be stopped by technicians. If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your own revolution, which I hope you would, you're going to have to be extremely technical. And hopefully, it means that a lot of us are going to fall in love with Hakka culture. Thank you. 好，非常羡慕乐昂，朱莲啊。好，
新闻记哈，有几发哈对安尼动有用啊，谈下是啦，现喺一个记者哈，人家头路唔系写东西啦哈，人家头路系俾人拖到啦哈，现喺只天台主持人哈，人家头路哈唔系录人啦哈，人家头路系俾人躺到啦哈，像你迄个主任哈，咁咪就其他个讲嘅地度咪就啲嘅事情啦哈，像安尼对安尼来讲当清楚，唔系讲安尼做件事情吼，做到俾人躺得到，俾人躺得实。本大家就继续讲，你透过你安尼记者哈，安尼角度，毋过咧，你写到嘅东西，本人送得出去，送到人手头当个，送到耳孔里度去，像你主任哈，加有谈到啦哈，用你嘅机会本大家分享啊，接落哈，安尼说来本两位啊来谈论啊哈，安尼位都喺台湾咧，你下嘅不管係天师、还是让乡、让西地度哈，最冲着。个你下现下到个做些个两头人哈，先请新言。大家好，你现在个乡下用一摆热烈的掌声，本3个按赞的讲演者。其实我家一开始谈到唔得喊手机，小个时间。我真正知道，我想大家也有同感。像2日的会议，全世界万哪都有客家人，不过你上到台湾的客家人，应当是真幸福的。像刚我谈到吴小姐讲的时间，对佢见报地度佢啊讲到的，对马来西亚佢哋读到的状况，像佢哋还未将客话讲作方言的时间，你2年人以前。政府是将客话听作国家语言的，来一只客家 TV 的一只播种。然后也因为佢家讲到，我对马来西亚爱学客家话，无政府的支持，无教育体内的支持，无教材的支持，所以佢即个做两个，其实系当无简单的事情。不过我也顺沙本来带下广告，也分享一只自信是讲，虽然讲马来西亚无像我哋有客家电视台，有客委会。不过客家电视台其实台湾今年都喺我哋嘅20年、24年。客家电视台对客委会嘅支持底下，做一件事情包含客家共享传播基金被供养。当难得嘅一点是讲，我哋放送嘅对象从来唔是因为是讲我哋可以标本台湾嘅客家人看，所以我们是不是请同仁帮我用大荧幕上客家电视台的网站？我哋要特别分享本吴小姐是讲，台湾客家电视台代替所有的内容，包含节目，包含新闻，甚至 live 的新闻。从我哋开始有官方网站以后，也有开始对 YouTube 呢平台，也建立客家电视台的7集，包含有主平台、有戏曲的平台、有艺术节目的平台，所以。因底下讲台飞做咧上客家电视台的网站的时候，我也顺沙本大家做咧小记一下。你下你对客家电视平台方是喺一般的电视看得到的，你对马来西亚用我哋嘅官网或是 YouTube 同样都看得到。同时，呢条内容像我家讲的，唔单止係针对你自家本土采替台湾的客家人，也希望本世界各国，就算你谈唔是客家话。你要做的数款有2只主要的原因。第一，当然是我哋客家电视台所有的节目，包含 live 的新闻，都有中文字，都有 subtitle。就平常人喺講談唔是客家話，對台灣嘅好多年嘅原住民、新移民，佢同樣做嚟看客家電視，佢唔會錯過任何重要嘅資訊。第一點，有請到網站嗎？有找到網站嗎？可以幫我秀在大螢幕嗎？好，你喺客家電視台的網站，沒事，你到最左邊的首頁就可以了。你點那個 icon，yep。除了我家下講到的，我所有的節目啦、新聞都有中文的字幕以外，我哋甚至也會特別拖幾集節目，我哋因為佢係適合本無區灣國家、無些無區灣族群人來看的，所以你最大下底下用在咩開通的，有一隻 banner，佢嘅標題是按照我們拉到最底下，
再一直往下。好，停，上去一点点，再上去一点点。好，有一个 anywhere 看到叫做 Visionary Hakka。你啊，地图唔但像你啊记者样片，地图有同多的天师天样，同多的技巧，二小节目係挨到调试整個英文字幕嘅，所以就算係猜錯嘅，像 Sean 或者 Julian， 你啊啲外國人也有機會透過客家電視台嘅內容，用英文字你睇唔識客家話，唔過透過英文字你是提供你啊做許多嘅講物嘅，所以我想回應嘅是講，其實。也歡迎伊進到馬來西亞時，本採睇客家人提講，台灣的客家電視台，佢哋對象唔單止係本台灣人看聽，全世界客家人只要你有興趣，上我哋嘅網站，或是到 YouTube 做先都看得到。希望還有時間，我看還有啲人我想回應一下。Sean，this is the second time I listen to your presentation. I have to say this one is even better than the last one. But it also arose one curiosity from me because the second footage you show us is in English. So I would like to know, taking Taiwan for example,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aiwan is 23 million, and Hakka consists of around 4.5 million, which is the ratio is very similar to the situation in your country, because you say it's around 14% of the people are Maori in New Zealand. So here in Taiwan is around 20%. But among these 4.5 million of Hakka in Taiwan, I would say maybe less than 40% of them do speak the language. I'm not sure about the situation, because there's another situation we have to face is we have 6 different dialects of Hakka. Among them, actually most of them are not mutually intelligible. So I would like to know, was that same in your country? Because you know indigenous TV here in Taiwan, they have 16 different tribes. It's the same dilemma. So what's the language policy for Kata Maori? So we have a total population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of just over 5 million. Of that 5 million, 800,000 are Māori or identify as Māori. Of that 800,000, 1 in 5 Māori say they can hold a conversation in the language. So a lot less than the situation here in Taiwan for Hakka people. In terms of the full population, so that includes Māori and non-Māori, it's about 2% that can speak the Māori language. However,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if you were to come to Aotearoa, New Zealand, turn on the TV, listen to the radio, look at the signs around the city, you would think that many more could speak the language, because the influence that we have had over recent years has been significant in ensuring that the language is visible and has been given the status that it deserves. And I'm talking about not just on Whakaata Māori, but also on mainstream TV. On mainstream TV, the Māori language is interspersed. It's used all of the time. And actually to the ire of many non-Māori who don't want to listen or hear the language. In terms of our policy with the language that we use, so we are statutorily required to deliver content in both languages, but our key focus is those that are learning the language, are fluent in the language, or ar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more about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I hope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Oh, right. Yes, thank you. In terms of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 so we are fortunate that we have one language with various variations, so different dialects, but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very clearly. So it may just be, for example, we don't pronounce one letter, as opposed to the case here in which dialects you can't understand. But we have one language, and
we can understand all the different dialectal different variations. But I've learned you have this north part of the island and the southern part. Even the two different islands, they speak the same dialect. No, they have different dialects, and even from one community to the next, who live next door to each other, or who neighbour each other. So they may have a different dialect, but we can still understand each other very clearly. More than 50, 60%. I mean, they are totally mutually intelligible. Absolutely. Wow. So I can understand anyone else that can speak the Māori language, regardless of where they are from or what dialect they use. It makes your task easier. Yes. 非常羡慕哈，新任台长，當做醫師哈，跟你回應啦哈。我想你啊，你啊，我時間做時唔好啦哈，你啊長到10分鐘聽你啦哈。不過係你愛唱最尾你唱嘅哈，很錯，你個飲食大亨啊，也我想唔是假講啦哈，茶金是個來啦哈，三後來當到事情沒有，你都看到，前呢天上天師連戲劇全部都你回來哈，唱，好，湯哥。 多謝辦哥吼，也拜3位嘅主要嘅講者吼，佢也都來自三種目標樣嘅形式吼，當然Maori TV 我啲多年嚟吼，沒有注意到也個電視台，因為佢下個電視嘅時間吼，佢就來台灣嘅時間，我就想講佢就做到嘅動畫拍。 還有當有內容嘅東西，也影響非常大，嚇，也嗰陣提供佢哋也有兩個 channel 嚇，但係做唔過，對佢哋講傳統嘅電視影響你慢慢的變嘅社群或者講新媒體佢哋開始也變化嚇，佢咩聽得到，佢講有其他喺 YouTube， 我就用Instagram 的可能發家就沒有做青島嘅東西，也動多年啦哈。那我就講Miki 哈，Miki 佢拄好今年有一出馬來西亞嘅天陽鬼天陽，佢咩啲拄，因為有天陽就用佢嘅樣嘅，佢要做一隻廣告啊，都會看到哈。 我係1年前看到嘅嚇，嗰種係想，今日看到佢本身人啲一片嚇。我講係想佢啊，佢用自家嘅方式來做自媒體嚇，有留Maori TV 冇嘛佢用嚇，可能也因為也不管係有影像嘅，有影言嘅啦，影言嘅媒體來講，佢就嘅影響力很較大嚇。你就講全世界看 YouTube 嘅人嚇，用 Facebook 用非常講，也用 TikTok 嘅種人吼，後生人非常講可能新嘅時代其實有大量嘅用一種嘅新媒體來做家條生活互通嘅輕鬆嘅動機吼。當然人家提講韓國家條也做嘛啲也按多年吼，做啲一個 K-pop 做啲啲世界按有名嘅像輕鬆嘅佢就用 YouTube 也做媒體來做吼。 你像10年前，Gangnam Style 作為韓國音樂打上全世界一隻輕鬆搖嘅 video， 好，大家就會跳嘅舞咩？All about Gangnam Style，right？ 我想到了下今年Blackpink 來台灣，而家都啲嘅，其他就嗰個糖也差唔多，不過其他就用嘅係青島嘅自媒體嘅宣傳嘅方式嚟做，有可能藝術嗰個就做控訴嗰個做拍失敗嘅video， music video， 佢就老人就講，我就做按到先好看嘅東西俾你看哈。故所用自媒體來做一隻老師嘅互通嘅方式哈，我想也知道也親，我知道也係對新嘅就講以前有太種媒體嘛，不過也好自媒體都講做到自家嘅成果會做得出來哈，就話每天都用這種方式來做。 好，也有自媒體就講嘅高速公路橋樣哈，你有差就421，你用行用自家速度，用自家做，你用司機叫你有機會就啲作為嗱全世界嘅一種交流嘅工具哈。嗰個就九連佢
因为佢所谓就较像迄也讲文字的啦吼，写文字的记载吼，我对我来讲，我要动起码讲佢表现其实佢也都语言要动到吼，佢也都有可能有英文有翻译吼，法语吼，等于吼。毋过佢作为一个多语言的使用者吼，佢比骗人还较多有机会来写个东西，有个观点冇嘛强用吼。故说我说也今年也三位的话对我来讲，代表也冇强用嘅发展的形式。去年当年传统的就是文字的媒体来做，毋过我看一下，其他有啲 YouTube 有做一下小频道啦吼。毋过我想佢冇嘛做呀，做六七篇天天吼。毋过佢可能会佢写的文章较多吼，嗰个得到的资讯可能靠传统的方式吼。不管其他都有三台用嘛个方式，我想青葱腰，对客家来讲，我想对于出群媒体来讲吼，含迄内容吼，不管做嘛个语言嘛个形式吼，像媒体用种较综艺、较形式的方式来做法，含迄内容用来来做一只就吸引大家来看的一只新方式，甲圣言拿出来给客家电视青岛的内容来讲，内容轻重要，你喺作为多的话，用语言也件事情做对，也第一个时间做青岛嘅可能性吼，比如讲，今年拄好啲 Netflix 有一出片嚟，叫 Copycat Killer， 一片嚟喺啲日本嘅小说，公布微信。恐怖微信，你无啱啲做唔掂用啲，佢写一出小说吼，佢唔讲用老嘅故事搬到台湾吼，拍个向P 嘅七种嘅语言，吼，各位爽嘅30几种嘅字幕吼，就 subtitle， 故说也出去啲 Netflix 地图全球嘅统计地图，佢全国係得到第2名，全球第2名，也喺台湾。亲好一只表现啦吼，对我来讲也好嘅内容，对我来讲形式就讲，嗰种形式就讲用字幕用配音的话，迄天数大家去了解吼，嗰种内容故事拍嘅好，还能吸引更加多年吼。故说我想，不管係用也出群媒体全部来发展来讲吼。内容人家自家做的做像客家电视要做懂成立的内容吼，也学新闻啊，讲客家传播节目慢慢做很多，就讲懂多嘅 information 的东西。不过其实也透过 AI 语言要做得清多的天数吼。那最近老嘅有一只台湾的上市公司叫正成集团，佢讲佢也最近在做一张耳机，迄个戴以后，譬如讲佢讲英文吼，佢做设计了反向的语言，佢讲佢等下只东西慢慢的上市以后，佢地都有各种的语言。佢说以后大家戴个嗰种耳机嗰种吼，做得了各种性的沟通的吼。对我来讲，可能对客家，我想也全球客家非轻重要提出一个看法嘛吼。我想对客家文化来讲，1.0的时间吼，要整体讲客家有7个媒体，客家声音做得不能谈多。2.0时候也开始讲有7个媒体的，做到的今后东西哦，做到文化议题吼。我想也3.0、4.0以后也冇强用的吼，因为我都做查经的时间啊，佢印象讲，我做全世界看的东西，用7个嘅语言来做，故说。接下来养就讲养接的就讲客家嘅3点0、4点0的时间，就用因为也冇嘛个限制的啦，就讲你用 YouTube 做嘛，其实看到青岛全世界同客家人做的自媒体，就让媒体强用的吼。看到一只看有香港的啦、台湾的啦、台湾跟青岛，其他就。老7家做一只主播或者主持人去全世界，做可能就看出来真简单啊，可能手机也就拍的吼，7家做真简单，接就做得啦。不过对咱来讲，其他就传播的东西，佢拿到嘅消息吼，
要亲神奇吼，像啊看到上摆个香港有一位其实甲阮做到体育啦，做到那位啊吼，做到后厨啦，去甲去做裁缝，做诶就其实当简单诶吼，就用访问诶啦吼，当神奇是当陈列咯，题目问题要当好，虽然讲无嘛该动力好去占啦吼，佢或者讲音乐啊嘛东西，毋过其本来考验来就讲，得到个消息，还个得到个亲密，还个深度。故说我想再从民意为强用吼，我想第一个时代做媒体这件事情越来越简单嘞，数据也就都来做诶。哦，就讲你做 podcast 没做的，一封片性大可诶，其实对客家来讲真好，因为到3年就做到来做自家个媒体，做自家个主持，吼、也个时代，也个反应做多诶。大可 YouTube 里都有千多样片，老师我喺用 YouTube 当冲嘅年，我大摆就看，我第五卡当年要看1点钟，慢慢就看全世界就看。啊 YouTube 有一只功能就讲佢做啲雙 subtitle 吼，也大可係千多嘅世界嘅事情。有啲位媒體像BBC 啦吼，或者講 NHK， 佢都含有自家嘅 YouTube channel。真神奇嘅 NHK， 佢都含做嘅冇香港語言，中文沒有哈，冇香港沒有。OK， 30秒。所以對嚟講，未來促進媒體啦傳播嘅發展吼，亦見面一上面所謂冇香港嘅應該講 CV 啊吼，就講冇香港嘅方式，對我嚟講做內容係真重要。未來內容嚟作為一隻客家傳播上面嘅一隻東西嘅話，靠自家嚟講自家嘅故事，像見面查見嘅電視嘅了解是，唔是做嘛吼，佢條咩用佢嘅方式啊，所以佢嚟講其他公司咩故事咩清楚吼，故所我想見面同感謝大家對啊媒體發展嘅一種討論嘅分享，我想未來很較多機會來交流安尼。好，非常謝望唐生龍董事長哈，我老大家非常啦哈，因為時間哈我通走嚟啦哈。你有專長嘅時間多嚟啦嚇，所以原來去交流嘅時間嚇都冇辦法嚟嚇。個提問題可能立場都冇嚟，人譬如說去專長嚟啦嚇，所以我想多啲會結束咁樣嘅討論好冇？好，咁謝問大家，咩非常謝望嚇，你3位主講員，2位回應員嚇，謝望大家，謝望非常謝望各位大家嚟現場嚇嚟接受呢個無可能嘅信息啦，謝望大家。感謝所有工作和各位貴賓嘅分享，本集團異常圓滿順利。接下來向各位貴賓到2點40分拍攝一下時間有一些耽誤，就大家就那係講愛參加客家老社會運動組嘅就繼續留到本會議堂。假使愛講愛參加客家老在地經濟國發展嘅話，愛搶到太會議堂就會投議堂，按子說拍攝。接下来，若您是参与客家与社会运动的贵宾，请你留在本会议厅；若是您参加客家与在地经济国发展的话，请至讨喜厅，就是本次的大会议厅就座。谢谢，不好意思。我个人的看法，在推动这个方言来的这一块呢，我想它还是面对着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感觉很好。是，我觉得这个环境啊，这个环境。
各位贵宾做得慢慢热坐，按姿势。正常的，会觉得现在直播是东南，对他们那边比我们这边晚了。各位来宾，我们现在现场捡到一只手机，请问有人嘅手機留套洗手間冇？如果有人手機留在洗手間的話，可以到前面來認領。好，謝謝。各位貴賓請開始熱坐，韓國講錯嘅各位貴賓未做得熱坐了，按姿勢。我請到外面服務台認領，謝謝。麻煩各位公司做得上台熱坐，按姿勢。这场也会顺着结束的时候会推后了，有可能。这个我不管，对啊，主持人保不用讲时间。我就是我不知道，我当时控制时间，尽量。对啊，后面还有中国。两边要转场比较麻烦一点。对。各位來賓大家好，
颁奖参加客家之菜体经济发展同客家之社会运动嘅分组议题研讨。首先，我哋有請小新人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林本憲教授致辭，掌聲歡迎。大家好，我係國立聯合大學客家學院林本憲，呢個場有兩個場地，探討兩個問題，唔過呢個時間頭先就琴晚結束，同大家報告我講嘅太富強唔好講我客家話冇講呢個時間就較耽誤到故所等下拜託兩場嘅主持人呢個時間略來較縮短一啲啦故所我是建議講呢個場嘅時間看做地講4點20分來結束，因為等下下晝綜合座談還有那個大會宣言個閉幕典禮故所時間就較要調整一下就希望嘅場地嚟場地討論客家老在地國嘅經濟發展場地嘅主持人倡導世界台灣客家聯會總會總會嘅名譽總會長蔣偉斌先生朴秀翻譯另外一個場地桃園廳呢個主題係客家老社會運動倡導係美國中西部客家同鄉會前會長現任巴勒特市文化委員會理事邱美純女士另外一個場地現在有直播另外一個場地來做主持人掌聲歡迎這個場地的邱美純女士主持按接下來就將呢時間搞分兩個場地的兩位主持人來主持感謝大家，感謝安主席。好，感謝召集人我先好，感謝林教授嘅支持一下，就來邀請到美國。我介紹一下我係莊偉斌，我係世界台灣客家聯合總會嘅第11屆總會長。邱美純女士來支持，掌聲歡迎。安主席，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那將昨天南非的那個劉議員提到說，我要用最舒服的方式來跟大家溝通。我很感謝主辦單位呢安排了我第2天的行程講座。所以呢，我們昨天聽到了很多重要的討論，啟發了我很多的想法。相信今天我們聽到這3位的演說，一定是更加的精彩。客家與社會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所以讓我們歡迎第1位是莊白琪女士，第2位是張次耀先生，第3位是林世莊女士。這讓我們歡迎，拍手歡迎。再請那個莊女士開始，對。10分鐘是哦，他有這邊有講對10分鐘。好，只能縮短10分鐘。對，所以我。好，大家下午好。原本的15分鐘，現在縮短了，剩下10分鐘，所以我只能用很快速的介紹我在這10年和13年的社區運動，有2個運動但是我只能講1個，但是太長了，所以只能簡短的把我曾經參與的2場社區運動做一個簡報。但是沒有關係，如果我講不完都沒有問題，因為很多細節的我已經寫在這個我的 PPT 裡面那你們可以看。
那第2章，好，其实这一章是比较简单的比较重要的是要介绍一下整个雪兰莪州的华人新村，因为我的2场运动都在雪兰莪州，所以刚才早上大家如果你们听到专题演讲的话，一定会听到叶亚来先生，对不对？马来西亚他其实是个很重要的这位先生，因为有叶亚来先生，然后他本身是客家人，然后所以在雪兰莪州你看到的这些红点的新村红点的都是华人新村，主要都是客家人为主，主要都是早期南来。就是南下来，然后就来采矿。那所以其实我们在雪兰莪州呢，有42个新村，全马有452个新村，58%呢，主要都是以客家人为主，采矿、细矿。那主要在这个雪州的分布图中间，所以以前的雪兰莪州跟吉隆坡是同在一起的。叶亚来是在吉隆坡开始嘛，开辟它的矿业。那其实如果你看到中部的红点比较多的，主要就是因为叶亚来那时候是在吉隆坡开始，慢慢扩散到雪兰莪州各地的分布，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但是如今因为1975年之后呢，吉隆坡作为直辖区，就不是在雪兰莪州的管辖之内，所以它就有开始被分出不同的管辖区。但是48%的新村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几乎在这个中间的雪兰莪中部的48%的新村，其实是在洪流发展下呢，成为城中村。就是说，如果你去到吉隆坡或者在雪兰莪州，你感受不到那个新村了，它已经是在被城市规划下呢，周围都是工业区、商业中心或者是外环高速公路，新村原本的面貌都开始消失。这就是现在我们马来西亚在雪兰莪州城市发展之下的一个面对的问题。好，那我要讲这个故事，我今天的故事是从这张图。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张图很重要呢？因为其实它就象征了在2017年的时候，2007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布条的是写全力支持万饶新村居民，保卫家园，不屈不挠，反对高压电缆新村。白小保校运动，其实这个里面呢，刚刚好2个运动都在发生中，社区运动2个都是客家村，一个就是白沙螺新村，再下一个就是白沙螺新村，一个就是万饶新村，然后正好这2个运动呢是在2001年到2017年期间发生，那2场运动呢已经抗争成功，然后这2场运动呢，我本身最直接深入参与的是在白小保校运动，就是这本书《庙里的课堂》。那我结束了这场运动过后呢，是在2001年到2009年，我就把我在这个运动9年的抗争，其实到结束是10年了，真正10年的抗争呢，把它记载在这本书里面，叫《庙里的课堂》。那我今天没有办法叙述这本书，主要是这所学校被关闭，然后孩子们就在庙里上课。我们自己办学校办了8年，民间自己办的学校，自己筹款，就在这一本书记载。那我今天比较深入要谈的是保家卫村。这本书呢是抗争13年，2005年到2017年，2017年才抗争结束。然后呢，这本书也是抗争结束过后，在2018年，我开始跟这些居民。我没有直接深入在全程参与在这个运动里面，但是我旁中是跟他们是直接的一个配合。那因为运动结束了，然后我就统筹跟这些居民用参与式的角度，重新把居民召集回来，主要的人一起用工作坊的方式，把他们曾经参与的运动的叙述表达，然后再完成这一本书。所以它并不是指一个历史的记载，它其实是以一个故事的方式去写这一本村民怎么开始这一场运动，所以是这2本我真正在参与的。那好，白沙螺运动的我就不大概讲了，你们就可以看slide哈。我们接下来去另外一章。好，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保家卫村万饶新村，它是在反对高压电缆抗争13年就2005年到2017年。我为什么会说它是一个小虾米对抗大鲸鱼呢？如果我们在这个白小保校运动呢，我们的抗争的最直接的单位是跟政府、跟教育部，因为教育部要关闭这所华小，
然后主要是因为土地的问题，但是他是用教育的角度来关闭这所华小，然后我们最后是以教育的角度又重新去解决，重新开回这所学校。但是在这个问题呢，这个高压电缆的问题，它面对的并不是国家单位或者是政府的单位，它面对的是一个国家机制很重要的一个国能源司，我们叫 DNB， 就是它唯一就是给我们国家电源的主要的monopoly 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面对的不只是跟政府，我们要面对一个大公司，要讲去对抗这个大公司，就是一个这13年来抗争最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讲它是小虾米对抗大鲸鱼。在下在上好，万饶新村的简介那万饶新村呢它叫万泽不饶。如果我在客家话我不懂怎样念，你们可以试试念一下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抗争的一个新村那它是在1980年代呢，客家先到万饶采矿，客家人他先来自大部分是惠州客家，过后呢就开始有另外一批福建人再进来采矿。1920年代末呢，因为锡矿的衰弱，所以变成垦殖或者是橡胶种植业的兴起，不好意思字写错，兴起。那因为1951年紧急法令嘛，然后就把周围的华人全部经过在英国殖民的公布这个紧急法令状态呢，就把他们就是一个村一个村把他们包围起来，不要给他们跟共产党有任何的联系，所以就成立了不同的新村。那在这个万饶新村呢，居民是也是一样以惠州客籍为主，但是它有少许的广东人跟福建人最初呢还是以采矿跟割胶，慢慢呢就变成油中。现在呢，主要的万饶的这个新村的一带呢，变成是小型工业。那有一场这个反对高压电缆运动呢，就让这个新村呢冒起来，变成很红、很被焦点的一个新村。那我们再看它的运动的开始我剩下2分钟而已。好，抗争的缘起。那在2005年呢，主要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一片土地。那因为这个国能电缆，它为了要省钱，它不想要跨过绕道，它想要直接通过这个新村的中间路呢，建起高压电线，高压电缆、高压电线过新村。那村民呢是在不知情况之下，2005年收到了一封信，那他们就收到请移一下。他们收到信的时候，他们就很奇怪，到底估计的影响，所以其实是说信是给18户，其实他们自己去算的是有50户，但是他们觉得这整个黑箱作业里面，他们觉得很有问题，所以他们其实是在研究这个电缆是一定要经过我们的新村吗？我们可以绕道吗？所以他们其实经过了很多途径。再往上，对，我需要这张图。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就居民他们开始有聚居在讨论，也找了一些工程师来看，到底我可以原本的国能政府的国能提出的建议的线是 A 到 F 是要经过他们的新村，那他们要反对。他们要反对的时候，他们建议给国能的绕道的路就是 A、B、C、F 或者是 A、B、D、E。但是因为这些绕道呢，比如说 A、B、D、E 其实是最短的，最有条件，但是他们不要，因为他们要给的赔偿更高，给这些居民，所以他们就拒绝。那 A、B、C、D、F 呢，他们也不要这个绕道，是因为会更远，然后成本会更高。最好的就是通过新村路，然后最直接。但是因为居民就这样子的反对，说我们需要争取绕道，我们要反对建高压电缆，然后我们要争取绕道，然后再往上。所以这个抗争之路呢，就走了13年。然后我这边有列了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是2005年，当他们收到信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要找机会跟当时的执政党政府单位谈那时候还没有国家还没有变天还没有政治改革所以还是旧有的政治。
那2007年的时候，有人建议他们去上司法，去上司法对抗，所以他们就去了司法，把整个这个 court case 争取他们的这个停令，就是反对这个国能去建高压电缆。那其实，在2008年是一个大的转变，就是全国大选的时候呢，开始原本整个万饶是马华工会是最强的，几十年来都是最强的执政党选区。因为这个万饶事件呢，2008年的时候呢，全力的居民完全把票投给另外一个反对党，当时的反对党现在是执政党了，所以那时候整个2008年呢。雪兰莪州忽然间变天，原本的执政党反对党变成执政党，所以大家居民都以为说，一改变政治，可以再往前，再往下，一改变政治了，一定是可以解决这个高压电缆。原来很多事情没有想象到，不是你的一张票就可以改变一个命运，所以2008年过后的路途还是更长，你看还有9年的时间才抗争成功。因为2008年过后呢，然后州政府说，我必须要去跟国能再协商、再谈，然后要居民再重新。所以政府虽然赢了政权，他唯一能扮演的角色就是重新把居民、把国能这些单位一起坐下来，重新探讨这一条路线。那2010年的时候呢，他们的司法一败诉。一败诉过后，因为他们2007年上法庭嘛，一败诉的时候，国能就用这个理由，马上要进村，要建，要进村，然后要把8户的那个屋子砍掉，斩掉，然后要进去村。那所以那时候呢，整个2010年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抗争运动，他们叫3叶围村。3叶围村，他们就是全部包围，居民全部合力起来包围他们的村落，不要给国能进去。不要给这些车进去，那他们这整年呢，几乎禁用了半年的时间，他们都在抵抗着他们的村落，然后2001年，包括虽然政府单位也一起来谈，也没有用，最后呢，州政府出了一个停令给国能说，你们暂时先暂缓，不要动，虽然你们赢了这个司法，然后2001年呢，他们就请了纽西兰的一个顾问专家来考察。给一个专业的一个方案，所以经过纽西兰的专家来过后呢，他提出了一个绕道的方案，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呢，才有一点点的转机，国能才愿意的接受，重新坐下来谈。所以也因为这样子，2016年的时候呢，终于正式的公布这个绕道的宪报，公布这个土地的程序的征用应该绕道的，然后2017年的时候，州政府决定把土地原本应该要征用来做高压电缆的土地还回给居民，所以只要居民发现真的是收到这个土地的不再被征用，他们才安心，所以对他们来讲，真正成功的时间点是在2019年，因为那时候树立在他们新村的一个高压电缆终于拆除了。所以其实从前后2005年到2019年，整个运动才算真正的结束。好，那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就是整个过程我上次在书里面我记载的，可以再上来，在最后一页。那这是他们抗争的照片，都在手册里面有。最后，那这3个都是严贝尼，就是他之前就是在2008年，他们把票投给他，然后他跟这个居民一起抗争的州议员。现在他不是州议员了。那吴亚九先生就是这工委会的主席。好，最后一页呢？最后一页，还有在下，最后一对。那2003年，因为他们的钱还有剩一些钱，那他们就是把当时筹款剩的钱呢，他们交回给他们就是把它捐给《新洲日报》的基金会，那就正式了真正的结束这一场运动所以这个是万饶居民，就是也是一个客家人抗争的。其实，在马来西亚不只是万饶客家的抗争其实在马来西亚很多新村的运动很多都是来自客家人，都在抗争这个运动的。所以今天我只是做2个例子而已。好，谢谢你们，不好意思超时了。谢谢 ，perfect， 15分钟。现在再请张次耀先生。好，看。可以有播放声。Hello。
我们那个住了200多个人呢，当天早上昨天晚上掉下来，今天早上马上上班，马上报这个政府来看了以后，马上。坐落于迪迪汪傻和沙都山脉之间，一个村。专家致意。坐落于迪迪汪傻和沙都山脉之间，一个村庄位于旧细米矿场，那就是文丁客家村。从山坡上随着沙都河流下来的细米，曾使当地的细米业蓬勃发展，但如今这种光景已不复见。这村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有很多华人被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引进客家村当矿工。这些矿工大多数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面对着苛刻的生活条件，大家都在动荡不安以及不被尊重的局势中生活。但这些早期来的矿工用有限的资源和最简单的器材排除万难，一步步地建起了屋子、神庙和学校，形成了客家村最早期的一道风景。但是这村庄如今面临威胁。可以暂停。大家好，我係來自小美人州非洲客家第5團員。門店嘅橋名以前喊做沙都，沙都係一條河嘅名稱。村裏嘅村民98%都係非洲人，係之前到來採石礦嘅。佢嘅位置上係處於北上泰嘅南下新加坡必經之路，係一個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嘅地方。早期在160年，甲必丹先民呢被鐵房殺開之後，佢嘅家人招攬到嚟沙都亞灣，所以有個村莊係超過163年。先民呢係一位本土先民，先民化嘅一位人，佢也係客家非洲人。寺爺廟都係紀念佢係吉隆坡海部工程一下來嘅恩人、師傅、貴人。早期村民建立喺一間譚公廟，譚公廟係非洲人嘅少婦神，建立一間華文小學。早期也係用客家教育教學。1900年，法國神父也在村邊皮建立喺一間天主教堂。當地石礦工業設計，因政府找來好多一種石刻字，也喊做孟加利啦。就到來雲店有去做有隻保安工作，都建立咗有隻警察局邊皮，建立咗有間孟加利神廟。也有125年歷史。當天馬來人被華人招來百幾年，係從印尼蘇門到來沙都。也保留一間早期馬來人嘅藏屋，也仲有2隻原住民嘅村莊。可以播放一點嗎？被拆除的威脅。江树群婆婆一家人是依然留在客家村居住的少数家庭，他们保护着祖先在客家村留下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喺村有位客家村出世，1927年出世，喺客家村長泰啊。我婆就總結啊，帶我爸、帶我叔、帶我哥啊，兩日會問店，村有位天氣機嘅，村有位潛工作咯，村有位就來試我乜咯。我阿公都帶我乜嚟兩日會客家村，因為村有位天氣咯，有位咁薄阿達嘛，什麼人村有位橋咧，什麼喺阿達木嚟當有位橋喺是客家村啊。我婆來嘅時候啊，什麼係要醬啊，要天嚟咗毛貨啊，嚟天來啊，毛貨喎，什麼就係店貨水店嘅喎，愛打水喎，毛水條喎，毛咁來，毛出來水喎，
啊，包饭啊，就用柴哦。天时啊，司马炎啊，做迄楚國茶哦，行路啊，啊，迄個我一追柴險搖茶咯，冇乜嘅茶哦，一堂冇都冇困過呀，天時。这些客家村的矿工和那些掠夺国家天然资源的殖民者不同，在过去的100年里，客家村村民们辛劳地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维持着他们简单朴素的生活。阿婆啊，即係做手照咯，啊，你可以揀人做喺做手照咯，喺邊用鴨包都咪手照咯。阿婆啊，做手照好出名嘅客家餸，阿公燒啊，太白家食。每一位家中的成员不分年幼老少，大家都为客家村贡献良多。在2013年12月開發上強硬嘅拆除全面地區房屋，同唯一一間小型嘅地方後要會之後，由一隻社會主義黨 PSM 帶領全面走上抗爭嘅道路。本人也係被警方捉去失敗，也要去找政府大樓、找警察總部、找反貪部、小上訴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馬來西亞人民之聲，請求全面備忘錄，但係都冇得到回覆。直到2013年，村屋強硬拆除後，錢俊生、錢尚峰就係有兩位頭人。成立開一隻團體，叫做樂根民店穩定自由，向村民講解村民流活嘅歷史悠久，徹底保留嘅歷史遺跡。馬來西亞會長總會前會長吳德芳先生曾經到來訪問，佢講照片全馬來亞嘅客家人嘅地方，一隻民店客家村係唯一保留原生態嘅客家村聚落。樂根民店大量村民舉辦多種華人節慶日子，包括中秋節、端午節、過冬過年，也有慶祝馬來人過年嘅節日，印度人同一種孟加拉人嘅節目啦。所以一吸引咗好多本地嘅遊客同外籍遊客都嚟參加。之後有一位我叫村民嘅朋友啦，佢也係對土地好了解嘅一位朋友，喊做麥先生啊，麥吉榮先生，寫開一封信並一隻信召嘅趙政府，4日之後便收到回信通知村民代表發展上市會4方面嘅會談啊，我就信內係寫開一封信啊。佢係講提出一隻土地法令嘅一隻問題重要性啊！佢係講根據馬來西亞土地法典第121條同第122條，土地承建被開採礦物用途，包括金銀同鐵石礦係歸土地礦務局擁有。最後市議會卻唔肯交出證明。講嘢就係機密啦，不可對外公佈。政黨輪替之後，由當初係反對黨變成執政黨嘅，也係今日也喊到團結政府啦嚇。佢哋也係支持剷除客家村。新潮行動黨都唔承認門店嘅歷史，因為先有客家村，後有門店。所以我哋也係奉勸佢，也係記得一句話啦：遺忘歷史嘅革命冇有未來，遺忘母語嘅族群冇有文化。講到此啦。還有5秒鐘呢，謝謝。安志生，還有嗎？好，那唱第3 V。林世莊女士，
，Hello，大家好，不好意思，请允许我在这里坐着直接把它讲完，好不好？因为我在想说时间非常有限。那谢谢之前的2位主讲人，可能给大家稍微一点印象，就是刚才就是钟百琪就是讲的那个地区，其实去了不同的地方啦，但他主要讲的地方其实在雪兰莪州，在马来西亚就是靠近吉隆坡的一个州的。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张次耀先生讲的地方就比较偏南端。那我们现在要去到马来西亚的北部，然后我现在讲的是乔治市世界文化遗产。那我可能就是大概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本身其实在台湾就是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毕业，那所以毕业了之后就回去马来西亚之后，其实当了一阵子记者，然后之后就参与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保存的工作，所以我自己在乔治市其实工作了8年，在2个不同机构，然后之后呢，那我现在已经是在政党里头就是。帮议员就是当政治秘书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可能有些人拿到我名片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是我来讲世界文化遗产保存？那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在槟城已经待了8年这样子，那好，那我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我大概要讲的内容，但我可能会非常快速的带过。那下一个 slide， 谢谢。那好，乔治市世界遗产之所以成为世界遗产，主要是因为非常悠久的历史，然后还有就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存在。另外，它有非常多，几乎是全国最多的这个华人的传统建筑集中在那里，所以大概占了2/3这么多吧。所以当时可能我大概可能有时间的话，可能稍微讲一下历史的部分。那下一个。然后其实很多人会误会说乔治市世界遗产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遗产，但其实不是，它其实是2个世界遗产的应该是说在那个名字底下其实有2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马六甲，一个是乔治市。乔治市在偏北方，马六甲在比张次耀刚才说的那个滚丁克拉村还要在南方，所以2者其实相差大概300多公里吧，非常非常远。然后这2个城市其实也相差了300多年，所以马六甲历史比较悠久，大概500年历史。乔治市只有200年，所以2个城市的整个发展脉络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就不谈马六甲了，因为相当复杂。那整个申遗的经历也很不同。然后因为马六甲其实无可厚非，它本身就是一个马六甲王朝开始的地方，所以相当重要。可是对于乔治市，它整个历史过程。首先它没有被这么多的殖民者殖民过，因为主要是英殖民嘛，然后之后短暂的3年多被日本殖民，大概就这样子的经历而已。而且它之后还面临了就是经济的一些状态，导致整个城市转型。那乔治市之所以要去申遗，某个程度上也因为整个城市在经济转型的部分，就是从原本的港口城市要转成就是靠这个外资进来，就是建立这个free trade zone， 就是自由工业区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他进行自由工业区的时候，某个程度上就有非常多的专家，有点像竹科这样子啊，就很多的这个专家进驻。那整个槟城的发展就是变化相当大，包括说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房屋去供应给这一些专才，就是进驻槟城。所以某个程度上，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导致槟城原有的一些传统老建筑没办法继续被保留下来。所以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就有很多的那些老建筑就是被开发，然后就变成这个比较大型的物业发展。其实至今槟城还有非常多这样子的问题，因为如果再讨论下去，我也不会有时间。所以那有机会大家可以交流一下，这样。嘿，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之后要就是进行申遗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为什么会今天来讲这个，其实我觉得相当有趣，因为当客家文化研讨会这边就是询问说有没有办法讨论跟客家有关的部分的时候，我一开始告诉他不太可能，因为槟城主要是一个福建人比较多的地方。可是，在整个过程中，我又发现，其实有相当多客家元素在里头，于是我可以慢慢就是把它爬梳出来的。但当然，因为时间相当有限，那我可能就是跟大家稍微聊聊到底有哪一些客家的元素在里头。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就是这200多年来，其实你会发现马来西亚一直很努力的在找这个多元文化之间的平衡。我们知道有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但其实所谓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也是也是主要的那几大块。那底下其实还有非常多的细节是可以再去深入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客家的概念，在这里的存在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它一定要在这一个就是多元里头的其中一个部分，可是它又通常不会被特别的凸显，尤其是在乔治市4E区，客家大概只有0.5%吧。所以就非常的少。可是如果你除去客家这一个部分，那基本上乔治市也不会是乔治市。所以我今天大概先不跟大家讨论就是古迹建筑的保存部分，因为那个更加的复杂，故事更加的离奇。那我今天大概跟大家讲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的部分，也因为我本身是人类学家，所以比较能够谈这一块这样。那好，那我们还是去下一章好了，不好意思。那我可能稍微跟大家谈一谈，就是客家人在槟城。那在我访谈过程中，其实刚刚我跟大家提到，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某个程度上是乔治市成为世界遗产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有相当多人。其实如果你说古迹建筑的保存很重要，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有人住在里头，它的文化性其实很难被看出来。所以这些人他们住在里头，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工作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你会发现到就是我在访谈的这些人当中，因为大部分槟城的马来人相当的少，所以主要是华人，而且是闽南华人，然后还有就是印裔穆斯林。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当我在找寻这些文化的时候，它跟马来西亚所谓的那个国家文化的那一部分其实很不一样。所以我们曾经跟这个国家遗产局沟通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大家会觉得，你们所谓的那个乔治市的文化根本不是就是马来西亚的文化，那根本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因为那里占大多数的人口其实都不是马来人呐，所以你很难找到马来人的传统业者在里头，而大部分其实是华人和印度人。那我这里就特别挑出来一些客家人的故事可以谈一谈。好，剩下3分钟，对不起，好紧张。嘿。对不起，我回去前一章了，因为我觉得这个 uncle 就是这个叔叔相当有趣，因为他至今每年就是有大节日还是会打电话给我，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客家人。他本身其实就是黄先生，他这一张其实是他2015年和2011年的一个对比的照片。2021年，对不起，2021年的时候，刚好就因为他中风，所以他没有办法把生意经营下去，必须要搬离乔治市。所以你看他所有东西都已经收拾干净了，所以他原本就是这么的混乱，就是他的店里头只有一条小径可以进去。那他其实是一名就是皮革制品师傅，然后主要是他的店叫福雅皮革店。那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制作皮革的。那我觉得相当有趣的是，他制作皮革其实和他整个客家人的背景和脉络是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他取得这个皮革材料的时候，在早期他父亲经营的时候，是和这个印度就是考库塔那里就是要那个材料进来。那当时是因为客家人关系，因为那边也有客家人，所以他才有办法取得这些材料。所以当然，因为当时早期的乔治市其实是港口城市嘛，所以他们能够就是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购买那个商品进来，然后再加工成为就是相对比较便宜的那个皮革制品，然后再销售。所以它制作皮革其实包括像袋子啊、腰带啊，或者是包包啊、鞋子啊之类这样子的东西。那很有趣的是，它其实还制作枪带。就是早期其实一些有钱人，或者是银行家，或者是一些人可能需要就枪支自保。其实还有当时马来西亚其实至今还有就是外国空军就是驻守在槟城部分，所以还有一些就是空军可能会要他制作枪带。所以当时他在乔治市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是这一个专家，就是做这个部分。早期其实乔治还有好多家店，但是到我2015年开始进去做访谈的时候，只剩下他一家。然后皮革的那个怎么说销售那个皮革的
物品的那个店，就是未加工的那种皮革店，也只剩下一家。然后在它关闭前，那家店已经倒闭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就是在它2021年就是关店以后，整个皮革制品产业已经在乔治市消失了。好。然后下一个故事其实就是眼镜店。这家眼镜店也是蛮有趣。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建筑，我觉得好有趣、好漂亮的建筑，可惜是租来的。乔治市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房子，但因为都是其他人拥有，然后再出租给这些制品产业或者是传统行业去经营，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就是很多产业之所以走不下去，就是因为时代变迁导致租金上涨，跟原本他们生产能够得到利润去支付那个资金的那个比例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其实生存不下去之后，他就必须搬出乔治市。所以这家店其实在经营了84年之后3代，然后也被迫搬离。所以今天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 task， 就是一个任务，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这一条街在 Leith Street (Leith) 我们叫莲花河街。乔治市很有趣的地方是街名，就是它其实中文和英文其实非常的不同。然后这一间店叫 World Optical， 你可以现在去 Google 看看，就是它长什么样子。它现在是一家酒店，所以它以前也曾经是酒店，就楼上而已。但现在是整间都已经变成就是非常现代化的酒店，样子还是一样，只不过是传统行业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觉得需要特别讲它的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对不起，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好，我会加油。那我觉得需要特别讲它故事的原因，是因为眼镜店现在谁不知道，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产业啊。可是当年其实，在2战的时候，尤其是日本人进驻的时候，当时其实他们就是因为无法取得那个眼镜的材料，所以他是自己制作镜片的。我们很荣幸在2016年的时候访问到了那个还懂得怎么制作眼镜的那位师傅，80几岁，后来就过世了。在我们访问完的2、3年后，然后可是当时我们访问他的时候，他所有的工具都已经不能用了，都已经生锈到就是无法再使用。可是他还是可以解释给我们听，说他如何去磨镜片，因为当时材料非常的少，甚至他必须要用沙，那砂石都必须海边找，所以他就必须骑车骑到很远的地方去把砂石运回来，然后磨镜片这样子。所以当时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然后这家人也蛮有趣，他们姓蓝。是广东大埔人，所以他的店至今就是现在应该还就是搬去新的店了，还带着一张他和前新加坡总理那个李光耀的合照，就是一起搬过去这样子。有趣的是这家店其实还保留下来，只不过是他没有办法在原有的地址上继续经营，然后目前是第三代的2位孙子都是验光师，所以他们都继承了这家店这样子。所以如无意外的话，应该还会有第4代、第5代。然后另外就是下一张，不好意思。那也在整个搜寻过程中，我有发现到说，原来客家人在槟城还蛮重要的。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个吉隆坡的叶雅来，那其实在槟城其实就是甲必丹、郑景贵，他们的身份都是甲必丹。其实就在英殖民时期的时候，是负责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负责管理华人社区的一个头这样子。然后甲必丹、郑景贵有趣的地方是，他发迹的地方不在这里，在怡保。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因为我本身住怡保现在。然后郑景贵他其实是在他的晚年，所以才住在槟城的。大部分槟城很多住在乔治市的人，未必是在乔治市发迹，他可能在别的地方发迹。可是乔治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大城市，所以他有钱之后就会在乔治市里面安置他的房产，他就会住在那里。那甲必丹、郑景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很难忽略他。你甚至是要了解槟城历史，你一定要知道郑景贵。原因是因为你在槟城各大庙宇。会馆就是各种就是这些华人行政单位机构都好，这些捐款名单里面一定会有他的名字。所以郑景贵之所以他非常重要，而且很少人不会知道他这样子。而且槟城乔治市里头有2条街，一条街叫Jalan Geng Gui，就是景贵的那个艺名，另外就是阿贵路，就是
其实就是郑景贵的昵称，就是大家会叫阿贵，所以就有两条路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那郑景贵自己本身的故居和家庙其实也在槟城，他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其实是这个海山公司的领袖，就是当时的秘密会社。大家可能稍微应该有听说过，马来西亚其实华人的历史背景就是拉律战争，就是海山和义兴之间的竞争。郑景贵其实就是当时的那个海山派的领袖。这一件事情其实后来就促成了他们要跟英殖民者就是签了一张合约，叫邦格岛合约条约。那某个程度上，这一个条约其实也是决定了英殖民就是插手马来亚半岛事务的一个条约。大家可以就是稍微去历史上看一看这样子。那郑景贵有趣的地方是，虽然有签了一个和平的条约，可是他的个人态度应该蛮明显的，因为他的故居其实就建在他自己是海山派领袖，他的故居现在的那个家祠和家庙其实就建在义兴公司的旧址上面。他把人家的地址给买了下来，然后整个铲平，然后盖了自己的家庙，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厉害。所以这也是一直让人家津津乐道到今天的一个历史故事啦。下一个。这个就后来几乎找不到那个义兴公司的痕迹，但是义兴公司在乔治市还有一条街叫义福街，所以这就是后来被发现的一个义兴公司的可以说是家祠吧，就里头有就是祭拜义兴公司领袖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平时大概只有7月才会开放，这样7月7号的时候，因为是乔治市遗产节，他们就会开放，就是来给大家参观这样。下一张。那另外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也发现到，像槟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庙宇叫海珠屿大伯公庙。那它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之优异奖。那这一座庙其实也是客家人的庙，然后它不是总庙哦，它其实只是一个行宫、一个分庙而已，在乔治市一个分庙。它的总庙其实在相当远的一个海边。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槟城找一找这个庙，它的故事也蛮有趣的，蛮离奇的。那庙旁边其实有坟墓，据说就是大伯公的坟墓啊，有3位。那为什么会有3位？我也不懂。其实那个故事其实越传，就是大家其实也很难知道那个真正的来源是什么。但是有趣的是，就是它一直都是民间信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对，这个是庙里头的一个样子。这其实是槟城第4次获得类似的奖项。第1次其实是槟城富商张弼士的故居。如果大家有去过槟城的，应该知道 Blue Mansion， 就是蓝屋，因为它整栋都是蓝色的。张弼士也是客家人哦，广东大埔人。然后另外2016年得奖的是潮州会馆。不好意思，因为我本身应该属于潮州人吧，我自己也有点困惑，因为我其实是惠州人。所以我家里可能有说过，说我应该是潮州客。什么是潮州客，我也没有搞清楚。大概就这样子。但我们家其实不会讲客家话啦，但上一代是会的。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无法讲客家话，也听不懂客家话，请多多包涵。然后第3次得奖其实就是槟城开埠者莱特上校的故居，所以第4次又回到了客家的庙，所以可见客家人我刚刚说吧占0.5%，但其实如果你回去看一下得奖记录，其实还蛮厉害的，就是有超多客家元素在里头。下一张，这就是那个2021年得奖的那一座庙的样子。这个就是总庙，所以它在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海边，海景非常好，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说槟城客家人社群的话呢，基本上是在福罗山贝。因为槟城，大家一说到槟城，大家都讲福建话。大家可能在网络上会看到相当多槟城影片，其实都是以福建话为主。可是客家人主要集中在福罗山贝，它就在槟城海岛一个相当南端的一个地方。那它那里其实有一个church， 就是一个教堂，主要是客家人集中的地方。有趣的是，那个教会其实会用客家话，就是传道。那福罗山贝其实最主要，其实也是盛产这个丁香跟豆蔻等香料的地方。下一个。好，那我回到来讲这个马来西亚的文字保存运动，我其实不太有资格讲保存运动这种话，但我相信就是，但是我自己非常清楚，就是乔治市的那个保存运动，主要它整个
主要也是因为保存运动关系，才有办法让它推动成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但这个过程因为时间相当有限，要讲起来相当复杂，所以我可能没办法逐一跟大家讲，请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多交流。但我想讲的是，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文字保存，其实它有复杂的地方，就刚刚我有稍微提到的，因为相当多元，所以客家文化其实隐藏在中间，其实你很难看到它的主要特色在哪里。但问题是你不能把这个部分给撇除掉，因为如果一旦撇除，它就不会是它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它主要特色其实就是够多元嘛。那你不能就是把任何细节都给抹杀掉，那它其实就是它重要元素的一部分这样。那另外呢，我也觉得就是在多元社会的一个碰撞，其实让很多马来西亚人都学会如何去互相包容啊，互相理解本身。可是有时候不会善待一些就是有坚持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社会运动这么的重要，就是要有人站起来，就是很强硬的去把自己的那个立场跟看法讲出来。所以乔治市其实他从1980年代就开始有这个文化遗产的保存运动，一直推到今天，所以它才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跟马六甲最大不一样，其实也是因为它不是理所当然得来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一直很积极在其中，把自己的文化给认真的就是给保留下来这样子。那我自己本身刚刚我提到说，我可能也想讲一讲怡保，那主要是因为我现在住在怡保，那我自己本身其实大家有看到我的身份，也是三三讲古运动的一个执行长。那因为我们在怡保其实就相当多的客家村，只是我认识怡保还不够多啦，因为我是从1月才搬过去，所以那怡保其实某个程度上也像刚才就是讲者有提到的，就是新村文化的这个保存，有相当多客家人在其中。那我自己本身也还在学这客家话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运动，其实在乔治市得到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其实慢慢推动到整个马来西亚的那个文资保存的那个醒觉意识和保存运动方面。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部分。那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就是还值得就是发展跟开拓的地方。那也希望就是大家，我也很期待未来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那谢谢大家。对不起，谢谢，很抱歉，谢谢3位主讲人，因为我们的时间很赶，所以很抱歉。否则我们可以听到更多、更好听、很感动人的感人心弦的故事。那么现在就请回应人。好，这个麦克风有开吗？有哈 ，OK， 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哈，剩到5分钟的啦哈，因为差不多时间拉了哈，所以我待会的发言直接先用北京话来发言哈。那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那个新竹县社区营造的推动者，哈，沙吉扬州哈，在新竹县推了12年，然后我从事社区营造也大概有30年的光景。那为什么把社区营造这个特别背景提出来，就是说，其实我今天先讲，非常非常佩服哈，在抽要上 V 哈，因为哈在马来西亚要生存都已经很困难哈，但是不仅想办法生存下来，都还可以搞反对运动，这真的是很难很难，很令人佩服的一件事情哈。那真的给他们掌声好不好？然后这个本身喺屏东客家妹哈，那我的生命历程20年是在屏东，是在南部客家庄，后面的30年在北部的桃竹苗客家庄，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在客家庄生活。那我今天接到主办单位给我这个客家与社会运动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的惊艳。有没有讲经验？因为其实很少人把客家跟社会运动做个等号，有没有哈？就是从客家人的性格跟过去整个一路以来社会运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串联，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在这样2天非常宝贵的时间内谈这个主题。但是呢，给文业同学这个3位身上，还有我们自己在整个过去的那个客家庄生活背景里面，发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题目。那也在这里丢出来给大家再想哈。那我们一直在想客家文化，什么是客家文化？我们自己在各个客家庄生活，我们其实不断的在寻找的那个客家认同，那个DNA 是什么？客家文化 DNA 是什么？那没黑 Q 用哈，其实我这50年来也都一直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客家人跟其他的民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这样看到社会运动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为什么哈
我们客家人的个性真的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我们的文化跟性格有个很特别的部分。比如说，俺的客家人哈，其实是很会忍耐的，聪吗？啊，很温和，对不对？你摇头，平常表现得很温和的样子，好，人有什么不合理的事都尽量忍耐，因为好，然后非常达标嘛，哈。但是如果过了一个临界点，一翻，就难搞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他赶紧亲不忍耐，可是忍耐到一个临界点，那个一旦你翻他那个青藕哈，很娘强，而且非常的那个反抗的力量很大。那我觉得刚才看到这几位，真的身上看到，不管是从社区这个反抗运动、聚落保存到文化资产的保存，都展现了他港演的这种性格跟文化。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我后来因为接到这个题目，我自己也做了一点整理哈。新竹地区啊，新竹地区的那个社会运动里面，全部都有客家人呢。客家人在里面都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不是在第一线冲锋，就是在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分子。来，我举几个例子哈。1986年的李长荣化工事件，底部的请欧个客家为总书记，对吗？好，然后呢，高铁转弯，好，对吗？大家这个1996年让高铁转弯的这个金山面这个保护伯公庙的运动。我们的那个吴庆杰吴里长，嘿，还有呢，1992年关西有一个农药厂，那个底哈，徐兰香，一个人带着，然后用那个水泥把那个整个农药厂的大门给它封住，哈，带着一群妈妈跟一群把整个农药厂关厂，哈。2017年我们最近的事情，哈，有个新竹有5个妈妈干净水运动，哈，我们的桂枝有没有？还有呢，我们在2019，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关系，有一个也是宏观电厂，是不是讲到高压电，我就想到宏观电厂。我们宏观电厂也是用了2年的时间，也是整个关系镇都是客家人，用2年的时间把整个20亿的投资这个大火力发电厂给挡下来，成功的去抗争成功，让火力发电厂没有在关系镇。好，就是开辟成功。然后最近最新的一个社会运动，有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湖口反生命园区运动？有哈，最近就是刚结束哈。那这个礼拜就拿到县政府的公文，说终止新建，不建了，用了1年半的时间，让这个殡葬园区哈，在我湖口的乡亲的这个土地上停建哈。那所以我简单的提到，就是这些都是成功的案例。那为什么会成功？其实就是客家人，这全部核心分子都是客家人，全部都是都是客家人在最主要的。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我都亲自参与，有些我也都有观察，我发现客家人你真的不要惹到他，你真的惹到他，他那个反击的力道，而且坚持到底。不成功变成人，这样的性格，其实是在这些反对运动中扮演的非常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相对于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和客家乡亲哈，这个提到这些，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一些共同我们大家共享的客家性格、客家文化里头的 DNA， 那个是什么？也许待会我们大家可以讨论。那但是像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从20岁到现在，常常在运动场上看到我的时间都比在家里还多哈。所以我们一向都阿们知道，我们一向都是对那个不公不义的事情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去 fight 的那样的力量。在这个部分，在我们客家文化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造成的？然后我也许真的有一个好的论文研究来研究台湾的反对运动中哈，就是这50年来反对运动中，客家人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希望能够持续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文章，然后让我们这个呼应我们这个大会的主题，就是让我们客家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很棒的一个文化，能够跟现代化、跟全球化做链接，然后把这样的客家文化变成全世界推向更公平、更正义的社会，成为一股很棒的力量。好，以上回应。好，谢谢。谢谢。下面请杨校长回应。安尼谈一谈吼，安尼上位安尼包括马来西亚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吼，
俺的天热会议的人，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吼，我来自高雄的美浓，我头摆的工作跟什么样经历吼？其实跟今年你的报告的主题有一些关系吼，可能也嘛是主办单位邀请我建议。我睇好毕业之后吼，喺一個工廠工作嘅兩年，過去我都歸去美濃，喺美濃愛上協進會是4年嘅投入，後來喺沙期大學一直到也下，喺美濃愛上協進會嘅期間吼，都好美濃反水果運動吼，到第2嘅時期。第一個時期係乜時節？係我讀大學嘅時節，所以我哋大學時節都當時嘅美濃都爆發一個嘅反水果運動，到我歸去喺愛上協進會石頭路嘅時節，要到第2期，其實一個反對運動還蠻結束吼。不過愛上協進會睇嘅反對都槍勢吼，都過一段落之後吼，都轉型變成經營地方嘅一個單位吼，是做個成立嘅沙期經營，呢啲個法都也下。我睇愛上協進會大約4年吼，都轉去沙期大學，嘛做地方嘅教育運動一直到也。嗰陣我安尼工作經歷吼，跟上面報告嘅嘅安尼嘅內容有18個關係吼。其實人像嘅睇嘅安尼種收集嘅報告時節吼，因為之前看伊嘅簡報。我臨時都想到我當年反水庫吼，有個有代表性嘅相片，就美濃嘅客家風吼，鍾南山，都個惡面吼，都安尼廿輪嘅安尼嘅自宅嘅反水庫，我看到嘅安尼嘅白嘅嘅婦人家嘅當嘅安尼我去裝肚裡吼，嘅安尼嘅施工我都臨時想到，過去嘅安尼像嘅天意嘅中心上講到嘅安尼保護人嘅客家村。我有冇想到我當年嗰個詳情吼，記得吼，大家去上去嘅台北抗爭，當係伊冇辦法上去，伊都付退可能200、300。對農民來講吼，伊願意敢拿錢出來去支持你那種反對運動吼，其實係一件冇簡單嘅事情。我當時就去到我印象個什麼，我去到個新陽休息站，新陽休息站係那個都基本上好多年嘅地方，來來去吼，過安尼大部分都唔到一堂都合法，都係因為人味道上前都偷嘢吼，坐巴士上去，因為嗰度老人家，嗰所以美濃出發差唔多75分鐘，到新陽大家都一個上偏數，因為老人家咩，大家都一個偏數，我哋都睇個新陽嘅偏數度裡，新陽休息站全部堂都合法，因為個特殊嘅經驗，一生人就會擺嘅，貴嘅偏數度裡全部睇講下，好，古仔嚟講嘅安尼嘅。就一個社會運動同客家嘅安尼嘅關係吼，其實我一直喺每一個都見係無解嘅問題吼，都客人一個都代表伊出賽，客人係呢一隻強勢嘅出拳，個強勢有可能係為一切個因為和我生存嘅地方冇改好，故所我換一個嗰個地方，嘛有可能係呢外力，吼，比如講像嘅安尼嘅條到嘅安尼嘅做嘅安尼嘅提嘅安尼案例吼。喺台灣其實也有嗰度吼，種清朝時節嗰度幾種海島吼，島樹嘅都貴重嘅都全部都拆咗嘅，都嗰度廿二。故所以像一種一次強勢都莫去安尼炒到講之前吼，100年前國久以前嘅個大歷史吼，一種一次強勢嘅安尼出拳，基本上係呢都歸習慣。佢適應面對冇相同嘅環境，當喺多嘅新嘅環境，而落地上見嘅時節，都有個在地化過程嘅時節，要表現出另外一種唔係去對外生存嘅地方有一個冇公平對待嘅時節，我都講都安尼表上表示吼。其實有兩種性格係有18嘅嗰種都相對冇嘛相同。我只係想有兩種性格做乜嘅，我一次睇一個出拳單個，按過一次睇到一個出拳都一下吼。我即個有一些嘅看法哦，其實將我哋講嘅呢個所謂在地化嘅時節，其實會面對到幾件事情。在地化因為去到一個新嘅地方，一定會面對人哋睇一個地方生存嘅人嘅嗰種上路單個嘅嗰種衝突甚至唔單止講到嘅呢喺他本來嘅地方，都講睇主位因為他家當時嘅可能有些嗰種體嘅一些嘅觀念冇咁強所以唔比方講
水啦，吼涨水，甚至都几种一些嘅安尼其他嘅天然资源，一定会有几种冲突嘛。其实一定会经历过嘅冲突嘅过程。啊，问题刚刚一个地方做得都落地生根嘅时间，都会有一个嘅安尼菜地化嘅过程。啊，我刚刚一个菜地化过程，真是个精彩。我都也经验吼。咱接触到嘅安尼桃园生活嘅客家农村吼，因为我去家安尼睇山脚下睇嘅客人吼，我是因为都讲山吼，都讲到底是都平洋吼，跟客家呢种个沉嘅嘅安尼连接。当喺我去到嘅生活嘅时间，我发现生活吼有个俄罗斯。就嘅安尼我哋嘅安尼西安客家人讲哦，就华人他们都师傅吼，佢安尼全台湾唯一咧。啊，也唔单止有一种俄罗斯，伊呢还有青岛对于嗰種甜食、海上嗰種安尼潮湿嘅嗰種客家話，也其實用係佢安尼佢嚇到一下，哦，眼到眼咧客人去到嘅海洋嘅時節，嘛有一種佢強嘅嗰種適應能力。我今日2日咧有一個機會去到嘅昆天吼，我睇嘅是嘅昆天嘅歷史，就記得喺昆天嗰邊基本上就3種人嘛，都泰雅哦、大雅吼，嗰個嘅馬來人，嗰個嘅華人，華人多啲，客人係咧個太比例吼。談到已經係多件係睇咩咧個神奇嘅事情，都講昆天一個地方都講有相當嘅嗰種原住民嘅文化保留到也邊，也係有類似嗰種巫師吼、巫師吼。因為相信嗰種巫師都講法力最強嘅，係之類似嘅你嘅大雅嘅客人咧，都嗰種後台哦。其實都有一種講法，一次嗰種係唔係個有辦法。都講雙向間理解，但係喺種度也係一個真實嘅事情，其實也要代表一種行人睇一種都海上間原住民鄉下嗰種互動生存嘅時節發展出嚟一種新嘅文化。其實有種案例嗬，一定到嗬，有幾種睇個強嘅嗰種族群壯力當過嗬，都生存下來。沒有到幾種個成功，成功都係由於適應在地嘅環境，還有周圍嘅嗰種。族群關係吼，當喺種當也個你也個採地嘅過程冇順序嘅時節，因為新嘅嗰種競賽吼，一種競賽唔單止全世界，我也今年已經看到青島案例，包括喺台灣，吼，即個島內都競賽嘅嗰度辦，就像我哋美濃吼，我哋美濃，我哋一般講嘅美濃，其實對我嚟講，可能簡單做嚟分做3部分，都兩度跟美濃，還有南濃。兩度跟美濃吼，睇見你日本時代都合作合強下嘅。日本人要對北部吼招募你族美嘅客人下來開墾，做乜下來開墾？因為嘅你美濃嘅南片係咧羅農係都講太水灣南過來嘅天啊，長沙頭。族美嘅客人睇一種開沙港地吼，一定厲害。其實像一種你客人睇幾種島內嘅競賽，唔單止來美濃，甚至像甲線六桂里嘅你菊農吼，菊農嘅度，因為係呢個專業嘅嘅你勞動力，咩主要來自嘅做咩？我曾經吼去嘅你六桂里間去騙呢一些嗰種都當然嘅菊農師傅喺了時嘅，我樣地講，其實嘅你菊農吼有2班嘅。就有2班工人，一班係嘛做務嘅，因為一叫佢哋，我揾下個地方，故所以有啲下個地方搭工了，本大家都講黑下了。有人去配合，人去真係去腳弄嘅，都每人講，唔按到人就睇下做些時間，能講嘅法係嘛法合法，都合法。故所以今年6月裡甲線吼，也都足腳弄嘅產業6月裡係咧，因為甲線時間吼，故所以佢度都冇怕喺甲線腳弄都轉去6月裡，基本上攏係種美話嘅行業。當時就想，也都種美話行業，也係咧嘛個年意吼，都按樣可能行路哦。大家想對種美話嘅行業都幾難想冇講叫行下來，按過都來到一個呢新嘅地方，可能也咪行業為主，所以你生存下來。故所以睇下嗰場道理，我想簡單總結一下。我剛剛客家一個族群哦，就係一種適應嗰種冇相同嘅環境、自然跟社會人文哦。我講親像有一個特殊嘅嗰種能力，冇親像有東西做咧，認識吼，用基因來稱呼，有東西出嚟做一個研究吼。而適應下來嘅時間，都面對嗰啲冇相同嘅嗰啲嘅環境，所啲創發出嚟嘅策略，大家有唔會更加緊要到冇相同嘅策略，下巴強啊，按照行業吼有乜嘅都
都讲该冲突的地方，因为也嘛该值得思考的事情。我想因为时间多，我都先简单多回忆一遍。目前到在座的当中吼，也当做的有一些神奇的观点和问题，向下来讨论。安之 C， 我们给他们一个拍手。安之 C， 你们3位主讲人2个回应人有没有问题？有没有 question？ 可以，现在还有5分钟。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我其实只是想要再继续回应2位回应人的问题和主办单位提这个题目，我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当我接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客家跟社会运动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惊讶，然后我在想，我参与的这个社区是曾经是客家村吗？那因为大家我们在马来西亚，除了像Rakan Manding 这样子的文丁的是很明确的，是因为整个村都是客家村。那其实很多地方大家都不会去想我是属于什么人籍贯的人去参加这样子的运动，因为在马来西亚太多元了，我们只会当作是一个华人的运动多元的运动，类似这样子，到不会再集到这么小，到我是不是属于客家人。但是忽然间从大家在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回想起，原来在马来西亚，如果你回溯起来，你会发现到原来在每一个社区运动有可能跟客家都有关系。那我心想，白小保孝运动其实带起来的是一位客家女士，她是当时候的一位客家人，这个妇女她是个交，但她为了要保护她自己的母校，她就站起来成立这个保孝运动，但她的客家精神就存在。那我其实在想说，其实当年我在白小保孝运动这个过程的时候，最启发我的其实是台湾的美浓反水库运动。所以为什么美浓反水库运动一结束，白小结束，我第一个最想去的地方就是美浓，然后我曾经去了2次。那美浓2次我都看见这个运动的结束过后，美浓其实做了很多环境保护。那我其实现在想说，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未来如果要探讨客家跟运动，我在想，其实台湾已经进行了很多成功的社区运动的例子，其实马来西亚也进行几个成功的社区运动的历史。那我觉得我们不要范例的这样简单的来谈，我觉得应该找一个案例，台湾跟马来西亚应该做一个对话，很具体的谈这个运动结束过后，我们的承传跟延续要怎么走，我觉得这个才有意义。比如说，我是看到美浓是在做了很好的这个延续运动成功，我不懂新竹什么，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在马来西亚，我发现到我们完成了运动过后就结束了。然后就没有延伸，因为让我们没有去思考。那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其实再重新去思索说，这个运动结束过后的延续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对这个自己的家、自己母语的一个籍贯的重要性在哪里？这是我想我今天要回应的这个部分。谢谢。很好，非常好，谢谢你。我也觉得这个运动非常的好，只是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可以恳请客委会下次来一个专属演讲，互相的有一个 dialogue， 两边有个 dialogue 就可以把整个这个运动的开始脉络清楚一点。像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尤其是那个客家老婆婆的那个，我非常的感动，从来没有想到说，如果不是客委会举办这一场讲座的话，我从来不知道说世界上这一个角落里头还有一群客家人那么的勤奋、刻苦耐劳的去把客家文化传承下去，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只是时间不允许，我现在还有2分钟，所以2分钟之内有谁有 question 呢？好，很好，2分钟赶快完。2本书买得到吗？他可以留给主办单位，你就跟主办单位要。还有1分钟。Any question？ 主持人，我这个用上升没有嘛？就讲今日其实俺美浓来嗰度详情吼，因嗰度拢参与个安尼运动对反对到迄个经验吼，有嗰度今日凤翔啦吼，太阳国还有安南门，迄种都唔是客气吼。嘿，1分钟哦，我讲嘛。凤翔讲一下都讲2句啊。伊还阿南门也做得嘿。
爽来讲啊。哦，大家好吼，我係呢睇面容，我係睇社會服務，我係記下作為一件事情，都係感謝你哋帶去假一項遊行，好，也係呢當時係呢我感覺到佢作為一件佢勇敢嘅事情，因為要帶領你出去係呢一件佢難嘅事情，何況也係呢反對政府嘅事情，所以都也係能都持續地講推動環境教育呢，係。很仔細，還有嗎？啊，剛好4點20分。好，還有嗎？剛好4點20。阿冇講下冇？還有啊，我們可以再用3分鐘時間，沒問題。我們就不要休息，休息的10分鐘不要用。其實係都好多美濃嘅時間，係呢人哋泛水庫嘅時間啊，所以係呢美濃嘅新區哈。誒，剛剛美濃嘅運動考試就同條都有講到，伊可能唔呢單槍一個時間，伊啲時間社會運動佢重要嘅係呢將嘅人留下來。所以講我哋嘅社會運動結束以後，哈，很多人要用冇相同嘅方式，哈，來開始變成社區運動。所以社會運動同社區運動可能哈係呢一個延續性呢。所以係講個未來可能真是係個運動要有一個案例嘅種交流哈。做得嚟看，一個社會運動都背面用嘅將人留下來，留下來以後哈要用嘅哈，為了讓人開拓哈人做得留下來嘅家庭。留下來嘅工作，甚至未來提了片要開創一個新的美濃，所以我相信美濃到了下已經同過去啲做反水庫運動嘅時節有親無相同、親無共用嘅，所以我會感動3位是顧及了片保存到了個老總頭嘅一個反對拆體嚟了個運動到了個甚至有了種就個社會性嘅部分，呢部分攏有一種人呢對改革對改革對社會變化嘅時節嗰種強壯的嗰種韌性，所以我會佩服大家，希望未來做得再多多同大家學習，多謝。謝謝。還有嗎？我們10分鐘的休息就不用休息了。我覺得很有意思啊，有沒有？還有沒有 ？Question and answer and 還有沒有 question？ 不要客氣哦，你犧牲你們的時間就是了。還有沒有的話，那我們給他們3、5位，給他們一個非常的掌聲鼓勵，謝謝你們。好，感謝所有貴賓嘅分享，本集團以上圓滿順利。接下來有一絲絲嘅休息時間到4點半，請各位貴賓留意一下時間，4點半就轉到本會議，你要進行綜合論壇，感謝。那片会有2个要利用的欣赏走过来。他先过来，然后他过去交换，然后他们2个再过来。他们是这样对调过去，他们俩人到一起。
各位貴賓有限做啲處境，向下來參與簽署台灣宣言。假使講還望簽署台灣宣言做啲西普到綜合服務台嘅片來簽署，安子些。
各位贵宾都在开始热炒咯，你嘅会议就要开始了。屁呀、各位贵宾，你嘅会议要开始了，请大家来热炒。来哟，大家抢手，准备来开始。开始。欢迎各位贵宾参加本届团嘅综合论坛。综合论坛为本作5大议题，由分享人和老来宾来进行讨论，并借由一个部分来拟听本次大会嘅宣言。你先前来请到2位教授罗先生同朱先生，来为你来论坛一下，掌声欢迎。太搞歹勢啦吼，因為時間的關係吼，因為我都要進行下一個議場啦吼。可能大家有動到事情，來討論啊，模式有交流吼。歹勢，因為時間的問題。OK， 好，講下吼，因為倆個時間係你按照綜合座談最後的一個討論的時間啦吼。倆個時間係樣個最主要是談大家2日咧發通的時間吼，大家對也條事情有埋一條想法，冇事來條有埋一條做法啦吼，就得提出來，吼等下你杜個後尾個最後個閉幕典禮嘅些有一個一個大會一個宣言嘅些，就得來講出來啦吼。我相信會先前面先講下，因為你各個地方吼，大家要冇可能來背景吼，然後其他族群冇事要嘛個大家各地嘅客家人，佢所面佢對到嘅都個乜個政治活動，冇是經濟活動嘅差別，所以對一條事務嘅方式嚟說，可能是有冇可能來改變，尤其對你講嘅語言文化，還有有啲音樂啦、藝術嘅發展嚟些，大家是發展出冇可能嘅樣子啦吼，這個多樣性就越來越多了啦吼，所以我條制度喺宣言嘅地方，可能有5個題目吼，我到列師老師係部分吼，我條是附近兩個部分吼。
其实这个是老语言文化的各种的复振有关的复兴啊，要么安尼老安尼当多地方的语言的文化，都各地的伊只客家提起的时，佢有一只下好的想法么？要么是只各地的地方去做在复振，吼。所以我哋老语言文化的复振的地方呢，提出一条想法，吼，谈大家的意见，吼。啊，像到台湾，有一只当好一只认同，啊，同爱讲客一只认同嘛，吼，就是客家语言老客家提起，无是客家语言老文化，喺当中的文化资产，吼。不过客家一只复振的时间，喺当中要一只策略。不过客家语一家爱讲客家话嘛，吼，客家语一家要讲客家话嘛，你系当中就一只事情吼。客家语一家就讲客家话的意愿，莫是有能力么，吼。所以我就提一个议题是讨论是讲，用蛮去复振安尼一家的客家语言文化，都冇可能的提起的是有嘛个做法么？吼，等下来谈大家的意见吼。啊，接下来开始请罗老师来讲下去，给他提一个主题。新闻大家，给歌唱俺上跳下就人种语境就简单说明一下俩背景啦吼。台会目前是打算就5只主题的宣言，呢俩片系提文化的部分，文化语言的部分，韩国俺俩片部分系文学、艺术吼，俩部分啦吼。韩跳下就人种语境简单讲一下宣言的文化语言的部分吼。俺是简单讲一下文学、韩国音乐、艺术。两只部分的宣言吼，其实目前已经就简单的文史吼，和两只文史是我用读一下吼，因为本身是俩建议写的，所以我是用建议来讲吼，提5只主题的宣言是发展客家文学、音乐与艺术，吼，俩是提5只大主题，第8都包含3只小主题，第1只主题是创作文学、音乐与艺术，以发扬客家文化。当然是鼓励两件事情。第1点，第2点，吸引在地文学、音乐与艺术工作者投入客家创作。也当然是包含所有的采题的相关的艺术工作者。第3点，促进全球客家文学、音乐与艺术之交流。俩句话讲到简单，不过第8度的意思是希望，係比如讲台湾有可能辦理世界性的、全球性的文学比赛，冇是音乐，包含传统、包含流行的音乐比赛，冇是相关艺术的比赛。比赛是一只非常好的交流的方式吼。所以俩是俩3点关于发展全球的客家文学、客家音乐、客家艺术，俩是提5点。所以提4点。韩国提5点吼，俩2項，你各位在各國的國家，當然包含台灣，因為我哋的事情做得樣板進行，作為你台會宣言的一個部分，所以非常鼓勵特別係台灣以外的朋友吼，包含馬來西亞、包含印尼等等吼，因為我哋的事情做得樣板展開，以上。好，希望。老教授的介紹啦吼，順便啦吼，你是開放，你時間因為老大家講下吼，你係主持人為賽會啦吼，所以你兩台時間8點鐘嘅結束嘅先放，我哋就會改變，然後3張主題嘅主持人機會來對啦，老大家講一啲想法啦吼，好冇？你咧開放俾大家
剃掉又嘛该其他又嘛该相反，某是因为，还有嘛该地图吼，还有嘛该还得做得下具体的做法来些做得提出来本大家来想下。你有10分钟的时间。哦，用得，我告诉。我出去讲了哈，无啦，他出来来问候。第一点哈，出讲有关调下朱院长讲到的那个体系的部分啦，那个按照扶正客家语言和文化的方面哈，当然咧3点我全部都同意啦。好，唔讲咧，知道讲你开会嘅时间，你本身咧冇做到嘅时间，你要慢慢推动全球爱讲客，按样现在一种咧新客家文化运动啦。所以我意思讲咧，每个宣言出宣言了，讲出自家讲，做好咧，你要经营自家本身就在做啊，你开会嘅本身就冇做啊，都你那个几大会议点不？我知道我除非谈到2项啊，都动引进都该谈。差唔多1半以上冇講客嘅，咁你要咪去顯演啊？好，那都挺矛盾的事情啊。好嚟睇點，我即刻參加咧那個國際國外那個世界那個客家懇親會我參加真多擺，都國外100%講客，就真神奇，我都挺奇怪啊。結果國內來講啊，我看到呢度客家鄉親哦，平常時講法，他交談嘅時間唔係講法語咧，喺度係講法語咧。喲，都國際都國外啊，無論到美國都加拿大都學得路哩，學得路點都是單講談到英文啊，合法啲啲咧。我想話，所以我真係奇怪，你睇下啲國內電腦嚟睇下就唔講客吧。國際單講咧，都咧開會嘅時陣，也講平常時交談都講下。好，你出第一點我所講嘅啦。過來咧，就講咧個第5部分發展客家文學、音樂嚟藝術啦。你點到你想喺強調啊？你個文學也好，音樂也好，藝術也好，藝術咧我係冇人了解啦，因為音樂嘅車係有接觸。文化啦、音樂那方面啦，你聽說用漢語來表現啊？文學你說出漢語文學啊？過來咧出去那個音樂咧，你怎麼漢語音樂啊？無論你用那個牙買加嘅雷鬼音樂嘅，也係乜嘅音樂，不管你聽說用漢語來表現，讓按照客家音樂、客家嘅文學啦。我所以美講那個聽點嘅那個國家，你講下具體的喂，好說你說就漢語的表現，就像你講英國文學，英國嘅文學，你沒用英文嚟表現嘅，我哋乜嘅英國文學啦。好，希望。好，多謝。當然也愛想就係文學家記得為想一件事情吼，比如講印尼來嘅唐順理唐先生吼，基本上佢嘅創作就係印尼文寫作，當然第擺都就用印尼文來編，然後講嘅合法，我想就當將王教授你嘅見解，也隻宣言我想應該對也條文學家、藝術家、音樂家有一定嘅對佢我想有一定嘅提倡，無就對佢條係隻參考啦，係啦。因為聽模糊咧，你出音檔出講講到漢語文學。我想而家主張講清楚啦，唔過文學家佢哋會有文學家嘅想法啦，然後嘅主張清楚，我同意啦。咁啊，講下吼，頭先汪教授講嘅吼，其實我寫倆提前條嘅意思吼，是希望你客家人一家會有一家會本身，而一家會講客家話嘅意願啦，到動機還講能力啦。但是冇做咧，是些大家是客家人一家唔講客家話嘅些，
其实客家话得客家强啦，所以咱们讲，嘛希望期许安尼了下，为了推广了爱讲客了标语啦吼，做得具体化的，吼，具体做得落实到实际上的一只语言的使用的那个问题啊，嘿 ，OK， 新梦，走过来，剩5分钟哦。等下係轉倉。你其他的台灣其他的朋友有乜嘅？你都提倡的些做了事情有乜嘅？有啲意見啦，乜嘅做法，冇是感覺你地圖吼，你做得提供你的想法冇？有沒有？有冇？他應該，OK， 來，請，我上來講嘅係勞動史啊，嗬，因為音樂嗬嗰度創作嘛，好先嘅。不過勞動史，因為我喺台北部，你睇我到看到台戲嗬，嗰男主角佢講客佢唱客啊，嗬，唱台戲，嗰個女主角那些唱福佬啊，我當笑嗬了啲東西，喺青夜班做事，咁我上呢用電子琴啊，特別是吉他嗰啲還有電子琴，啲現象怎麼辦？吼，韓國嘅唱聲，吼，啊用嘅音吹越來越少，吼，有乜嘅辦法，有乜嘅做法，吼。我哋一下鄭校長佢一下呢個戲劇活動強做到非常強，咁個地方嘅社團體，吼，用乜嘢幫助幫助佢哋啥，補助佢哋啥，我想了當冇時間的。我來不及咧，師傅全部凋零了呀，嘿，所以我樣講。冇，坐低，你個天一點咧嚇，我哋拓展經濟發通來貢獻菜地。汪先生，等下，文昌人。三界已文昌嚟先，就嚟走進對提示聽。好，係。用完咯。OK。一項就針對 T4 同 T5 啦。T4 就 T5。下一個團就1到3啦。佢講下咯。我講，佢就講，我都寫T3，我講我自家寫還有個T3條，因為前幾日那些大家有報告，某時分享那些討論是講，尤其咧下航通電化，某時智慧科技啊，當發展那些，其實客家語言的影響動態啦吼，大家對了到智慧科技的使用那些，有一種感覺是講。假使你還發展動好一些，你可能客家語言會消失的還要快吧？因為這些智慧科技的使用，對動作語言來說都是一件很大的殺傷力。尤其我一個動作少數族群的語言的發展一些，因為英文是佔據全部了嘛，吼。所以其實你要想一個問題是講，其實咧全球客家語強下3秒，想個問題是講。該用嘛？安尼做得借力使力啦，安尼用嘛？撈透過那種誒智慧科技嘅形式、模式機嘅功能來發展，安尼客家話一家做得有一條嘅出路。吼，假使安尼冇行到兩條路嘅時，安尼後生人嘅使用，模式當人嘅接觸嘅機會是會越來越少咧。變到安尼接觸客家話嘅機會了，變到至少睇冇告訴佢講，可能就。會員嘅創好，冇是安尼一個世代下嘅嗰啲交流嘅些，安尼就會講。該後生去接觸嘅機會冇咁多嘅些，該有辦法做得透過那種嘅智慧科技嘅界面嘅些容嘅些，去做得隨時，吼，當家是啲做得好嘅多，冇是差嘅多，佢用乜啲了解客家話用乜講，冇是了解客家話表示嘅意思係乜解吼，所以。
当我都前面看到遇到线上报告一些，尤其我记得是哪个在稿中分享一些那个语言保存的那面对的一个，对，沙巴的这个稿中本的些去讲的了他实际一些相对了在一个议题了哈 ，OK 好，OK 好强，师妹张先生。主持人，我想解下了现在哈，就是呢，伊讲了杨格杀，讲了我哋客人啊，了所有的场所啊，用敬语来发表，因为我哋讲我哋客人啊，是冇吹条啊，哈，讲下冇谈了，因为我哋人们讲，因为我哋其实呢，我哋20-30年退行。啲行业认同以来啊，是确呢是冇从事讲，台湾人讲读汉书，该按照书面语该读法，所以呢，所有的论文、所有的语言呢，唔会用客话来表达。比如讲，我哋看logo 咧看板啊，2023年全球客家文化会议，跟要唔妥啊咧。综合座談、學術顧問趙錦芬、學術顧問羅烈士，跟嘢特產嘢會用客話來讀嚟出，你跟嘢學術嘅論文所有嘅資料，不管嘢科技嘢也好，全部是可以解決。所以我呢個恢復呢書面語嘅學習呢，非常嘅重要，是冇？大家下晝好，我係馬來西亞檳州客家公會嘅青年團團長，我想要對於用邊宣傳客家話、客家文化，我有一個建議，就係我身為一個舊人後，我當然都係從細看日本嘅動漫狀態，好多嘅台灣嘅聲音呢，都係好中意日本嘅動漫文化。很有看日本嘅戲，聽日本歌，所以係講後生人冇中意講自己嘅母語，但係後自通嘅去學其他人嘅文化留語言，我相信我哋人做得將日本作為例子，咁樣學習嗰啲人用自己嘅用實力來改變大家對於日本嘅文化嘅一個看法。所以我哋做得咁樣學習，多謝。多謝。你當然是提到一隻用好好嘅藝術環境吼，本了到藝術工作者像包含像動漫，了到有好好嘅環境為參與了創作，也當然是牽涉到嘅市場經濟嘅問題啦吼。對政府來講，就想辦法扶持兩種嘅創作者有好多嘅機會做得從事兩方面創作，唔係單講鼓勵音樂做，講音兩班3萬，當然係去包含政府嘅3萬，對台灣嘅因為有學位費，就對一個環境嘅創作，我想要愛負國家大嘅責任啦。一部分我想就馬來西亞來講，就看難有政府嘅天數，台灣一部分可能多少有做得3萬做一些事情。因為多少老嘅聽下廖小姐講嘅情形有關聯，因為台灣非常清楚，比如傳統嘅戲劇是有一隻相對好完整嘅一隻鼓勵嘅辦法，像當然大家清楚像榮幸，其他好
校满台邦的了到相关的单位，其实没有学委会有一只辅导的机制吼，年年为就将修东西为有到收不到补助的单位，为来在安因的基础之下，投入了安因的创作，和个人才的鼓励啦吼。不过实在讲，非常需要日本的企业和个财体的。力量来投入，比如讲安尼清楚，係唔係有學委會修東西安尼嚟補助？安尼啲日本去目前嘅行情是係2萬人元，嘅按到因3萬度當個做去是2萬人元，了則描述是強烈到來做2萬人元日台班烹飪哦，80歲老阿婆做18歲細阿姐啦。嗰時係2萬人元搶來，人才是冇辦法培養，所以是非常需要財體嘅社區、財體嘅了到公廟，唔好雜個惡性銷價、惡性嘅削價，含私寸按因嘅錢，5年5萬、10萬來搶一隻戲班，嘅後生人是唔敢落去，所以唔係單純。國家有一隻好嘅制度，含包含地方社會來強下3萬做啦，了是係鼓勵嘅機制。不過對縣縣來講，吼，你對台北嘅縣縣來講，當然是台方向講到好看起來簡單啦。比如講是第2點嘅吸引財體嘅文學音樂藝術工作者投入客家嘅創作，不過。樣板吸引是係政府政策要來做嘅，一般嘅民間嘅大家強下來共事協力強下做嘅。台灣可能有一定嘅力量啦、本事啦，對馬來西亞、對印尼其他世界各國可能是環境冇咁簡單。不過現在冇咁錯啦，是講樣板做確實係一隻各國有各國嘅。困難，各國咪有各國嘅力量啦。一條時間還有像5分鐘左右嘅時間。來，顧小姐，顧主委。安尼啦吼，就顯然吼，台資冇問題，安尼攏個認同，也係個台方向，所以也係佢冇問題。談起來吼，攏係喺啲操作方面、方式方面、執行方面，一出嚟問題。吼，比如講，像頭到阿泰哥講嘅吼，我哋呢台費吼，一般以上冇講下。我也係問題吼，伊錯比剛才討論嘅時間，我講，但是有個人就冇法度講下。伊講唔咩啊，冇法度講下，配嘛配起來啊，上一報告嘛係愛啊。比如講，像安尼論點、安尼觀點，安尼係咪要做到？咁啊，主辦單位吼。要思考一個問題，我哋自家行業、客家學院、客家嘅學術單位，要想一個問題，我哋要做到埋長途，一啲步驟、一啲方法係咪一步我用嚟踏到，咁啊也該重要，也係我哋要去想嘅，要去聽辦嘅。迄假使我哋自家做唔到，我哋冇法度要求全球啊。細節細緻迄樣東西，問題出來呢？比如講，伊講要講客家，伊講全部用客家，我就會得出問題啊！講有人唔識得講啊，伊就飛過來，種一種討論，樣係珍貴嘅，樣係重要嘅，吼，睇嘅。第二嘅，咁啊吼，也顯然真的冇問題，但是問題真是出來聽人要用嚟做，真是，好。我講一個吼，講一個，我哋要達到我哋也愛倡議嘅價值嘛。比如講下主也愛毛利嘅天台嘅執行中來，而鐵嘅就幫我哋看30秒，而呢嘅副演家一開始唱歌嘅，再來伊用1分鐘到2分鐘，用毛利語講，一啲帶翻譯機唔會翻譯，嚇，伊能吼，伊能唔咩樣提下嚟哦，伊能出來國外，伊能離開因土地去到國外，伊能提起家國內供養起出來，伊就係2分鐘，唔管伊係唔係毛利人，
唔免毛利人、英语系的人要强用毛利语讲，因为就做会到，俺哋做唔到。啊，俺哋咧国家，俺哋可以用来做，一步一步做。第一步係咪？比如讲大众捷运系统，俺哋一下提客家从合，扬州的讲合法，但是全部的人谈喺度合法嘅提咪？大众捷运系统、广播系统谈喺度，但是一个顺序係咪？华语先、河洛话、客话，再来英文。也爱表示嘛，第一咧一定最重要嘛，华语还是最重要啊。啊，唔摆啊都后背就是原住民话根本都冇。一下人哋去倡议嘛，点到过来，我感觉我哋可以做一啲事情。政府跟民间单位爱去要求也爱所有嘅单位做一件事情。第一咧，一定要用原住民咧，台北站多嘅原住民嘅话用嚟讲。第二个系客话，第三个河洛话，第四个又系华语，也代表我哋也系国家用嚟看也系出拳，用嚟看也系多元文化。所谓多元文化，唔免我全部變去咯，我下一個要求唔嘅順序係乜嘢？順序係安尼，英語三四一就係原住民，我哋要跟原住民送下去一個。表示我哋係個從事也出拳咧，我哋做得到冇？多件係做唔到，做唔到冇法度講全球，也係個價值觀。毛利語本我哋也係幾多嘅，幾細微嘅，一起出嚟就我哋看得到冇？我哋要看到冇？讓我哋咪係要學嘅哦。啊，我哋學術單位跟政府單位同埋地方政府同埋民間按到團體，我哋做得到要求也係台灣嘅政府冇，中央政府冇，地方政府冇，做得到冇？做唔到，我哋即刻做唔到，我哋即刻出拳做唔到，冇法度要求便宜。係，我想幾多攏係喺出嚟提用嚟做啦，啊，所以宣言冇問題，我哋攏大力支持。啊，支持什麼？什麼？因為我有一個跟個語言復振都相關，我想做下提，可能請教你兩位學士顧問嚇，做啲都大家嚟討論一下。就我自己對客話感覺吼，我感覺我哋客話都喺生活度裡用有兩個方面吼，我感覺似唔好用，甚至都冇辦法用。第一個都講像我會練習用嗰種客話寫一些幾簡單的一些資料，嗰度詞彙冇辦法，唔像好奇客話咁講，像一種東西一定到吼，就我哋客話我用嚟表達自己嘅心情吼，狀態各方面。就現有嘅詞彙係呢，改唔難嘅，也提點，至少冇像華語咁豐富。啊，第二點係呢，就講客話係呢個個農業時代嘅生活嘅語言，啊，同埋我哋社會我哋世界，每年都有新嘅東西。就講有個東西要好用，一定要有辦法處理，用生活度裡吼，都每年睇用嘅幾多東西。啊，其實有個東西做唔得。講人嘅多裏面冇辦法溝通，一個東西一定係咧，我規轉一個可能嗰有權威嘅單位。啊，今日嘅事情係冇人做嗬，就將復振台灣語言冇辦法用，國家都黏起嚟，國家都睇。其實有幾篇係睇提啊事情，也真是要有一個有權威，唔係民間嘅單位做得多，帶頭做下事情啊。我想談下那兩位學士顧問對一個事情的看法，因為也跟提四點復振語言的嗰有關，好以上。咩討論嘅時間啦，你一看那個宣言啦，一看宣言，我台灣問題啊，其實我做得來，我係學工廠科學嘅科技，我全部用客話講科技啊，冇問題啊，學現代科技啊。是的啦，真嘅，我係經驗嘅。我想話，呢個結論對唔對？嗬，係咩做得安陽性啊？知道講咧有啲咧戲呢，戲啊！我支持台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老學術中心。哦，係咩做得？我建議講啦，支持台灣朝野投出力量。成為全球客家文化和學術咧重振，冇講中心啦，冇按維泰啦，冇講中心有冇？我講重振有冇嚇？重振，我知道按可能較好啲嘅，好，希望我建議嘅。
好，回到王教授头先讲的建议的一个想法吼，啊，我头先正阳想讲的个问题吼，其实我哋总体客家方言有一些的有做一些的事情，有做也个那个新词啊，新的词汇的客语的发音都在做。我俩事情是讲，大家做的统一一个说法嘛，因为大家有冇咁嘅想法啦吼，因为比如讲。因为新的词太多了，比如讲脸书一样讲，一个面书嘛，还有其他有嘅想法有冇用到，有建议讲，将日本话地图的就直接直译嘛，直接就用它的原来的音接点，后尾客家话，所以大家有冇用嘅两大部分，我哋很多个讨论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共识啊，两个共识。其实应该政府应该要有一只当中要一只靠天吼。那我一直是讲，我哋很多想要做一只事情，不过俩还是在努力。比如讲，当后生人的那个手机输入法，好，因为你俩现在的输入模式，都俩他的那个键盘的输入是没有办法去做得到的。但是因为俩他也用手的书写他少嘞。那个键盘的书写模式，其实要建立一个一致性的标准的哈。但是这个老实讲，要建立这样事情，政府要投资很大的资源。但是这个的两个模式做好了，全球各地的客家人都可以共同使用这一套的系统。好，因为一般你会很微软来推这个事情，因为没市场啊。好，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我自己认为了哈。两百黑，它会非一个来小个在议题啦吼 ，OK。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头先王教授讲的，黄老师讲的那个部分啊，就等一下我再问其他各位的意见啦，好不好？最后结语了，好 ，OK， 好，好了，好，啊，只是因为。记得3月过来了，接下来我们要交换位置了啦。OK， 谢谢。好，感谢大家，请两位座谈人师傅到陶戏堂，接下来请各位贵宾留步。我有两位山茶嘅专业顾问来到本堂同大家来研讨。大家好，时间唔大好，因为我按你安排也是有点怪怪的这样子，因为这篇歌唱我们才 warm up，本大家人第个讲来讨论某个事情，时间都多讲提开玩笑就讲，给上班的时间都会稳长这样，哦，这个看一篇咩中央家可能大家当地讲的时间，就讲时间多安样哈。迄没记住来讨论，他有拿到一张单的没哈？有冇？嘿啊，记住来讨论有乜个意见啊？来加落去，还讲来修改，好冇？大家都讲得嘞，做得冇？好，我等大家来讲。目前也写个重点哈，有讲写5项啦哈。第一项就是讲深化公共事务跟公民参与，就讲鼓励
安尼社团也讲海外嘅客家，像嘅海珠与大埔公会嘅理事长，也就真的就深入公共事务，善尽公民参与咩，所以这个就很鼓励的典范啦，就是这样子哈。我听伊用出讲拓展经济活动，给贡献那个在地发展，因为我们到海外到别人地方也讲在地国跟的经济发展，其实赚钱都很重要，但是繁荣当地的社会也是我们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样了哈。另外就讲，周边一定有其他族群、其他特别讲不同语言甚至不同族群的那些文化的人，跟你沟通互动交流了哈。我们讲说，这种关心周边族群的权益跟发展，其实也都是重要的。讲文是这样下了哈。TCT 就会填语言文化安尼附赠有关系的做法，包括讲学啊也讲用那个科技来加强它的语言文化跟发展啊，就比较是这样。雅思也有一个场次哈，专门谈语言的我们哈。最后就会讲文学、音乐、艺术了哈。甲个从个参考中，特别讲会到某下都一只东西，很多戏曲啦，因为有时候讲文学、音乐、艺术，好像就戏曲没有在里面，戏曲其实有那种综合性的，但是要下楼压做的了哈，就文学、音乐、戏曲艺术嘛哈，可能就都联络起来，可能不做联络起来哈，就讲也。通过文学、通过音乐来附赠，也讲来发扬安尼客家文化，也是一种方式咩。嗰也好上瘾，其实通过歌位啊，通过安尼歌曲啊嘛个，也讲通过文学，其实比较更容易接近客家文化，也有一种可能性了哈。帮大家复习一下，这样看他有乜个意见，他来讨论嘿。好，留麦克风冇？第三點吼，提倡促進主流化，落實多元文化主義啊，知道怪怪的吼，文史啊，係咪做得考慮講推動客家促進主流化，然後促進互相尊重，按樣型。我建議啦，吼，係咪講按照較好調嘅？過來咧，那個第四點吼，推動全球愛講客嘅新客家運動，每次都有啲怪怪。呢個講客咧，其實咧，就講客家運動咧一開始出去講客嘅啊，所以要求講那個我哋廣播媒體愛講客嘅。種客家運動開始出去啦，你要麼一解到我哋新客家運動咧，我係咪做按個建議啦，就講從推動全球愛講客家語主流化，然後同行化按樣型。冇乜個東西去解到運動，我按建議。你這樣幫忙寫嘛？讓我下推動全球愛講客，就接電話講。客家語主流化，然後同行化啦，係啦。係啦。客家語主流化。咪我建議聽聽咯，好。對，做得嚟個上一下啦，對。給稍微解釋一下，因為本縣老師啲答的呢，給族群主流化同多元文化主義，其實唔單止係講客家啦，就講大家族群都重要，當然都族群主流化。就故說族群主流化出同個多元文化是對應的，因為個主筆啲推族群主流化，應該像族群主流化這個字眼哈，當然從表面上也看唔什麼個意思。這種愛說的哈，
也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那个现在我们在讲族群主流化，就是讲大家要有族群敏感度，要能够互相想到，比如说我们不要随便开原住民的玩笑，不要随便讲啊犹太人怎样，或者随便讲啊你们客家人就是喝小气喝白开水哈。这族群主流化就第一件事情就是讲，第一件它有族群敏感度啊，要能够了解。然后这种公共政策里面的所有的制定哈，都一定会想到它对这个族群、那个族群、任何族群还没有影响。它是对每个族群都是重视的一个政策，就像族群主流化，就对应给后面给文化多元文化主义啦。我之前我们也当然在讨论时间用一下样，他给我解释一下，哎，张董事长有张好，高中有乜个意见？个动词不能嘛用推动啦，我要想讲推动是政府将会推动，而咱在地国的世界各地的客家乡亲，其实提倡啊，较无可能讲推动啊，推动大概就是讲倡议啦。倡议吼，提倡啊，来推动是政府将来推动的政策啦，安尼。但是目标意识相关。倡议啊，倡议。我双方提一个意见。您在位置上。好。哦，唔，反正你想本大家看到，我习惯讲法面对大家吼。哦。今日我请讲其实我前一轮提一个意见啦，就讲也你该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就讲我哋第一次讲鼓励大家讲合法，其实个目标係呢，伊变成我哋的身份意念吼。伊安尼真是用的，真像今日安尼，其实也对我来讲安尼个国泰嗰种鼓励吼，就特别无法想象做得用合法讨论那种共享现代的这安尼的事。当然，因为我这个算够有意思，有机会我就用合法写一些东西，写面书写嘛。我亲戚我都发现唔係幾好用，伊至少唔好像我用法語吼，按好用，我都寫嗰度東西，合法冇辦法。嗰度冇，嗰度東西冇給詞彙，冇辦法即個寫人看唔識，你講一條人看得識。嗰還有就講，通常咧社會吼，一出嗰度新嘅東西，印尼了，馬個幾年嘅兩百吼攏有。啊，其實合法，我哋法語攏聽唔到都係你買東西哦，冇講合法。嗰所以我一直喺思考就講，我哋應該有個機制吼，讓我哋合法吼，去現代化。去做現代適應，也唔係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像日本伊出有個機制嘛，佢說買個東西，你都伊都國家都變成你人獨立做嚟處理。我係感覺嗰種我哋台灣，親像係頭都初中有嚟講過，像有做一些安尼處理，但係我老實講，講嗰種處理嘅嗰種面向吼程度可能很多啦。尤其我講也拜一個安尼客家世界文化園的台灣版，就講。其實對嗰度結構嘅嗰種客家鄉親嘅反應都感覺台灣，因為有個客委會啊，都各有組織性做學術研究吼，嗰種大家對一個事情有些期待，啊，一種事情迄種都唔係公部門，一種權威性嘅嗰種單位吼，任何人講啊，到6年都冇結果。嗰所以我對一個事情啊，也其實講一個佢哋嘅文件冇按出價講，當我想下咧，都講復振。客家語言一個東西，真是復振到我哋身份獨立做得用，甚至做得拿嚟創作吼，都我哋係做得做嘛事情，都想要處理一個問題，都冇聽說台當嘅幾位專家，我做得同大家參考討論一下，可以說。因為我講一下，就是說，因為大會宣言吼，其實唔係針對台灣嘅客家人啊，我現在就講全球客家吼，全球各地嘅客家，甚至包括種。檳城的客家，迄唔係講大家做欠乜嘅事情啊樣，迄按嘅意思啦，吼，可能就那個較細節吼，可能就冇辦法。因為講復振客家語言，唔係像檳城的客家朋友吼，那個副會長講，我們就講說要讓客家語言文化振興起來了吼，而且你們也可以同意這件事啦。
怎么像这种大说一样的？各位讲变成通行语，跟他讲泰国讲变成通行，我都不知道那个可不可以写进去的。就是比如说人家印尼想讲客家变成地方通行语，我唔知安尼目标能不能还做还没做得嘞？嘿，因为呀安尼是讲种语，比如说像西班牙回来了嘛，跟比如那西班牙代表就讲，我都会冇记得我客家人，也没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在当地推行客家作为通行语，那也蛮奇怪的。但是讲客家人的附近的讲客，平常的多练习，那冇问题啊。嘿，所以大家想讲，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在台湾推广嘛个客家文化可能冇完全共用。嘿，对，就呀，现在懂有意见呢，嘛个最有意见的人来。点解老师会很矮嗰時我有留咧意見同講，我建議要提示點因為剛剛沒有語言冇語言就冇文化，錯嘛？嗰時候提示點個下提一點啦，錯，因為福建客家語言文化最重要啦，不管就是我哋選擇的提示點，邊都提一點，係要sen是要貴係啦，係啦，語言冇文化就冇嘅嘛，錯嘛？因為客家最洋葱嘅問題係冇語言嘅，語言慢慢係後生冇講嘅嘛。嗰時候語言係最重要嘅。嗰時候我講宣言係建議鐵一咧係最重要嘅，要提示點佢都鐵一點來。聽嘢意見係講一個宣言，盡量大家就講盡量大家講客家話嘛嗰時候一個客家宣言可以全部用客家話嚟寫嘛。大家講係全部用客家話講。嗰時候有個語言可能貴係，佢要聽一點。拓展經濟活動與貢獻在地社會，按照客話講，點解意思請全部用客家話來寫，發展經濟發通，貢獻按照講，然後點解意思就我今年我咪講一講客家宣言，希望講所有嘅文字全部用客家話做得講嘅，他講一講下宣言係全部用客家話講。嗰時候希望我可能文字上可以再改下，信息下改下，提示點改到貼一點，以上建議。我來都意見我想我來建議客委會考慮講，給宣言確定版以後定稿後，還沒做有一個課語版啊，沒做得用客家話下一個版本的發行。根本日可能冇辦法，因為10分鐘以後一篇先讀，就等大家講一下。嗰講語言係沒有放在最前面我有咩冇聽？雖然講嘅道理當成立啦但是種人家吃嘅客家文化會議，較強調係講客家人要作為在地公民，人家吃人講客家人要作為在地的積極公民。按的意思的話，這邊我們也是較鼓勵給客家人這個所居住國而熱心當地公益、當地公共事務，在當地參政，在當地做社會服務。我們也最少今年也一次這是重點。就今年也一次，沒語言附贈作為重點。小雅也了解講，現場這個起草加某個東西不用提點。多多少少有幾時嘅考慮嘅背景啦，泰國可能還有其他建議好，拍攝我簡單叫我做一個建議第二部分那個第3點建構以科技為平台嘅客家文化交流。我係咪做按建議就講建構各種科技各種科技，唔係講按科技。就各類嘅科技啦，各類各種科技為平台嘅客家文化建設，客家文化建設，因為基本上你第一點係那個我哋建設發通嘛，我按做按樣建議過來，講那邊，嗰個第4點嗰邊我運用智慧科技加出客家語言文化，我知道我咩。按樣做按個建議，就講
推动资讯科技力量，加出客家语言的文化。智慧科技啊，虽然讲新哦，不过伊个科技、资讯科技的一部分点。所以你就是你运用所有的资讯科技啊，来加出客家语言文化。那个意思讲，资讯科技有包括智慧科技啦，系嘛？故说用资讯科技，不要用智慧科技。呀，意思啦，系嘛？嘿，这个意思嘛？嘿，那个本宪老师知道意思嘛？吼，刚刚你讲的部分吼。T1点、T3点，建构以科技为平台的客家文化交流。你建议讲，客家经济交流啦，吼，还冇一点，系冇？I D 各种科技 I D 啊，但是你讲事实，嘿。平台嘅客家文化经济啦，文化要做嚟做经济啊，文化係做经济发通啊。文化要做来赚钱啊！就讲建构，原来建议是讲建构以各种科技为平台的客家文化经济，这样系嘛？交流不要啦，系嘛 ？OK， 你建议讲建构以各种科技为平台的客家经济，这样嘛？系嘛？系嘛？我们来去听你的意见，是不是这样？那个有没有通客家文化经济是不是？哦，客家文化经济啦。冇啦，基本上你哋係講文化嘛，唔講文化交流啊，所以講係文化經濟啦。好啦，文化經濟啦，好啦，好。係啊。各種科技就你不要講。以各種科技為平台。因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聲音。好，你可不可以客氣一點？我们这边的科技其实是涵盖的所有的科技。那这边的主要的这个内容是要从经济领域里头去提醒经济组织里面的人，可以从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组织都是以台商为基础的，这个所建构起来的客家组织，所以我们希望在经济领域里面可以发挥它从经济到文化的一个社会影响力。所以这边是不是要放文化经济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等会内部会再讨论一下，是不是要把文化经济放进来？嗨，谢谢。我们就先下去了哈。除了强调了客家文化交流嘛，所以顺两个意思，我们客家文化交流，如果我们客家文化经济，我没有很懂，因为文化交流跟文化经济交流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啊。文化交流跟文化经济交流两个概念不太一样。当然对啊。对啊。所以这边您的建议是加文化经济，还是文化跟文化经济？我没有很懂。你可不可以念一遍这样子？就是文化交流，从经济组织，然后发展成经济加文化之后的文化交流，所以既有经济交流，又有文化交流。念一遍这样子啦，因为好吧，整条念一遍啦。泰国啊。泰国迄咪做讲整几条念一遍那样啦，因为我们在修条。念一遍怎么哦呢？建构各种科技为平台的客家文化经济。OK， 好，我们先写下来了，因为我们现在还要去讨论。还要讨论，然后王老师的意思讲，因为了第二大项的主题是经济发动啦，所以其实我讲改做。你们聊天台风的主题唔要交流，其实讲系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嘿，你按个意思，错。对，我们先写下来了。文化经济活动啦，文化经济活动。我们先写。文化经济的活动按个意思啦。好，因为等下哈，大概不用聊的时间，我们要去修一下，我们可能就座谈到这里。好，看大家感谢大家。好，我们就先座谈到这里。嘿，谢谢。感謝各位，感謝各位教授顧問韓國貴賓嘅熱烈討論。本綜合議場都入去告一段落。接下來呢，你小組休息，隨後呢，愛到陶戲堂就係你早晨頭嘅太妃議堂來進行閉幕典禮。
还望有签署呢个台非宣言的来宾做得到菲尼斯诺瓦的综合服务处来进行点子来签名，安子说。不好意思，有麦克风。谢谢观众颜色。